别人在丧尸末日玩命吞吃的，我却把全市榴莲都扫荡回家。因为我家藏着一只丧尸王，它的气味会吸引方圆百里的丧尸，而这位丧尸王不是别人，就是我的黑心前老板，现在成了丧尸王。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称霸世界，而是半夜摸到我家赖着不走。外头警笛呜呜响，小区里惨叫声此起彼伏。新闻里主持人正用惊恐到变形的声音播报：丧尸病毒正在全球蔓延，提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出门。我掐了手机，拖着一箱榴莲挤进电梯。这位浓的同城大妈差点当场去世，她捏着鼻子一脸嫌弃，正面蛐我。这时候不囤米不囤面，买这么多臭玩意儿能顶什么用？我没搭理，盯着跳动的电梯数字16、17、18。叮，门一开，我夺命而逃，生怕被人看见。我家门口杵着个高大丧尸，没错，就是我那倒霉催的前老板沈渊。这货不知被谁给感染了，不嗷嗷叫也不咬人，偏挑昨晚破窗而入，直接从我家18楼阳台跳进来，吓得我差点心梗。惊魂未定之下，我当场就认出来，这不沈渊吗？那个拿我当女使唤3年，最后为了捧小秘苏曼，二话不说把我踹出公司的渣老板，真不知造了什么孽。丧尸爆发不到24小时，他感染后头件事就是找我，也不咬人，光个硬人，就用俩黑眼珠直勾勾盯着。大半夜看得我汗毛倒数，他身上味儿也邪门，不像别的丧尸腥臭扑鼻，反倒是种让人腿软想跪的一项。这位爷像视察领地似的打量我的狗窝，看我的眼神还带着熟悉的嫌弃，他居然还能开口说话，一张嘴就吐槽，品味真差。那刻薄劲儿，恍惚间让我以为末日是场梦。我们还在瑞星科技顶楼办公室，但我立马清醒了，再像活人，他那漆黑眼珠和灰白皮肤也骗不了人。只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他没像楼下丧尸那样失去理智，反倒记忆智商全在线。我正又怕又萌，沈渊却毫不在意，优雅地往我家沙发一坐，仿佛他才是屋主。他望向窗外，我顺着一看，好家伙，楼下原本零散的丧尸全停住了，齐刷刷抬头朝我家方向聚集，动作僵硬迟缓，却透着诡异的虔诚，活像在朝拜他们的王。而那位王此刻正坐在我的沙发上。你家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楼下丧尸越聚越多，他们目标就是沈渊，他身上那股奇香对楼下那群怪物来说简直是顶级猫薄荷，再这么下去，整栋楼都得被他们围成铁桶，到时候谁都别想跑，必须盖住沈渊的味儿。我冲进客厅，抱起一个榴莲，对准它坚硬的外壳就是一刀，用力一掰，一股浓郁到霸道的气味瞬间炸开，冲得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但这还不够，我捂着鼻子转身冲进厨房，撕开一包螺蛳粉，倒水开火，一气呵成。很快酸笋那发酵酸爽的独特味道也开始弥漫开来，和榴莲的腐烂香互相纠缠，我感觉我的嗅觉已经彻底报废，连沈渊这个丧尸都忍不住默默往阳台方向挪了挪，脸上写满了嫌弃。我赶紧趴到窗户破洞边观察楼下，果然那群丧尸开始躁动不安，像没头苍蝇似的原地打转。我长舒一口气，成了，虽然代价是我的鼻子和我的家，但至少危机暂时解除。我这口气还没喘匀，砰砰砰，一阵狂暴的砸门声猛地传来，震得我整个人一哆嗦，心跳直接飙到嗓子眼。谁呀？丧尸会上楼敲门吗？我凑到猫眼一看，头瞬间大了，门外黑压压堵着一群人，全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带头的正是我小区业委会那位以尖酸刻薄闻名的王阿姨。此刻她那张肥脸因愤怒而扭曲变形，她正用拳头哐哐打我的防盗门，嘴里还不停骂骂咧咧。她估计闻到我房间飘出的臭味，直接质问我，你到底搞什么鬼？整栋楼都被你污染了，尤其是我还有心脏病，快被你熏断气了。她身后几十个邻居也群情激愤，你真没公德，我要报警，我们要联合起来把你赶出小区。我靠在门板上又气又急，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解释？怎么解释？难道说我在用臭味掩盖一个丧尸王的气息？他们会信我才怪。可不解释，这门迟早要被砸开，到时候沈渊暴露，大家一起玩完。就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沈渊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脸上写满被打扰清梦的不爽。他迈开长腿，径直朝大门走来，我心跳都快停了，想要拦他，却被他一个冷淡的眼神逼退。他只是站在门后，门外的叫骂声竟然平息了。我再次凑到猫眼，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邻居们，此刻全都僵在原地，脸上的愤怒被恐惧和困惑取代。王阿姨举着的拳头都忘了放下，所有人死死盯着我家门，仿佛后面有什么极恐怖的东西，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走廊里一片死寂，几秒后有人打了个哆嗦，接着像连锁反应，大家用看怪物的眼神瞥了一眼我的房门，仓皇的作鸟兽散。王阿姨也白着脸，狠狠瞪了猫眼一眼，才不甘心的离开。我靠着墙，腿软的站不住。沈渊只是往门后一站，啥也没干，就用气场震退了几十个愤怒邻居。这男人到底变成了什么品种的丧尸啊？还没等我从冲击中回神，口袋里的手机一震，是业主群消息，屏幕上王阿姨的头像正疯狂跳动，她连发了好几条消息艾特我，让我明早8点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如果我没有合理解释这股恶臭，他就联合小区其他人把我扔进丧尸群，到时候别怪他们不讲邻里情分。我看着这条最后通牒，浑身冰凉。我们小区偏僻，丧尸聚集不多，所以大家还能在丧尸爆发后短暂外出，甚至囤积物资。但要真被赶出小区流浪在外，就我这体格子，估计不出1天就得死。我望向正皱眉盯着螺蛳粉的沈渊，心里有了个主意。群里的最后通牒像把刀悬在我头上，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正好我要补充榴莲和螺蛳粉，家里食物和水撑不了几天，我们得出去补充物资，顺便搞点能用的武器。我告诉沈渊，我要去5公里外那家大型仓储超市，那里物资最全。末日刚开始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他只用鼻子嗯了一声，轻描淡写的向出门散步。我们没走电梯，选了相对安全的消防通道，楼道里静得吓人，一股铁锈混着尘土的味道，墙上几道暗红色的抓痕，无声宣告着这里已不再安全。沈渊走在我前面，高大身影几乎堵住整个通道，莫名其妙的安全感扑面而来。虽然我知道他本身就是最危险的那个。刚出1楼大厅，麻烦就来了，1、2个丧尸轮到活人类嘶吼着扑过来，我心脏一紧，下意识握紧消防斧。还没等我动，沈渊动了，那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速度。我只看到一道黑色残影闪过，他甚至没用武器，只是抬手挥臂，丧尸脖子一歪，脑袋以诡异角度耷拉下来，全程不到1秒。我咽了口唾沫，握斧的手心里全是冷汗，这碾压级的力量，恐怖却让人该死地安心。一路上零星丧尸都被沈渊解决，我们很快到了那家仓储超市，玻璃门碎了一地，门口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和腐臭。我打起精神，和沈渊一前一后走进去。超市里一片狼藉，货架倒了，商品洒满地，但大部分物资都还在，尤其是包装食品和饮用水。我眼睛一亮，正准备掏出购物清单开始扫货，沈渊，一个惊喜到尖锐的女声从货架后传来，我身体一僵，这声音我到死都忘不了。果然，苏曼带着几个跟班从零食区跑出来，我职场上最大的死对头，也是用一份假报表陷害我泄露机密，最终让我被沈渊开除的罪魁祸首，真是冤家路窄，末日了都能碰上。苏曼眼里只有沈渊，像看到救世主，恳求沈渊救救他。他们几个被丧尸堵在这里很久了，看来他太过于激动，根本没注意到沈渊的异样。沈渊只冷漠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苏曼的热情被浇了盆冷水，笑容僵在脸上。这时他才终于注意到我，惊讶瞬间变成不屑和鄙夷。他上下打量我，语气尖酸嘲讽我：离开公司后，你现在活得像个乞丐。确实，比起他刻意保持的精致妆容，我一路厮杀过来，浑身都是血和汗的样子，很狼狈。他身后一个男跟班附和：长得丑玩得花，还敢勾引苏曼男朋友？男朋友？他说的不会是沈渊吧？我离职前在公司就听到传闻，说苏曼和沈渊有一腿，就因为这样才会开除能力强的我，把苏曼留下当秘书。想到这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狠狠瞪了沈渊和苏曼一眼，真是一对狗男女。沈渊不明所以地看向我，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杀气腾腾看他。但下一秒，苏曼突然抱住沈渊，楚楚可怜的小脸哭得梨花带雨，哑着嗓子求沈渊抛弃我，选择他。沈渊直接推开他，目光不带任何感情，冰冷无情，像打量一个垃圾。苏曼哭声戛然而止，他脸色发白，下意识后退。就在这时，超市入口传来骚动，一大群丧尸，至少30-40个疯狂涌了进来，他们堵住唯一出口，惊红眼睛闪着嗜血的光。苏曼和跟班们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往超市仓库钻。等我们追上去的时候，仓库木门已经被锁住，里面传来苏曼等人幸灾乐祸的嘲笑。几十个丧尸蜂拥而来，我以为就算沈渊再厉害，也抵挡不住这么多丧尸，我俩必定会命丧于此。但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汹涌尸潮冲到我们面前时自动分流了，他们从我和沈渊两侧绕过去，没一个看我们一眼，仿佛我们是空气，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仓库里的那几个人。尸群瞬间冲破了苏曼他们藏身的仓库木门。苏曼他们的惨叫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被丧尸的嘶吼和咀嚼声淹没。我没有半分同情，末日里圣母心是最廉价也最致命的东西。我收回目光，不再理会那人间地狱般的场景，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眼前这场盛大的零元购中。作为沈渊曾经的金牌秘书，我的大脑就是最高效的处理器，规划和执行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本能。我迅速在脑中绘制出超市的物资分布图，并按照优先级列出了清单。第一梯队，饮用水、压缩饼干、罐头、脱水蔬菜，这些是生存的基础。第二梯队，药品，尤其是抗生素、消炎药、绷带纱布，在没有医院的末世，一个小伤口就可能致命。第三梯队，工具，消防斧、撬棍、多功能军刀、绳索，还有最重要的发电机和汽油。我像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穿梭。沈渊则像个沉默的保镖跟在我身后，他
他身上那股无形的气场，让所有丧尸都对我们这个区域敬而远之。我甚至有闲心在路过日化区时，对比不同牌子和功效的护肤品，物资很快堆成了一座小山。新的问题来了，怎么运回去？靠我们2个人猴年马月也搬不完。我的目光落在了超市卸货区门口，那里停着一辆厢式大货车，钥匙还插在上面。车找到了，可搬运工呢？我正发愁，沈渊却做出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举动。他走到那群丧尸面前，诡异的是，那群怪物停下了动作，僵硬转过身，空洞的眼眶齐刷刷地望向他。沈渊没有说话，只是抬起手对着货车的方向指了一下。下一秒，那几十个丧尸像是接收到了最高指令，开始用他们那僵硬的，甚至缺胳膊少腿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向我们堆积的物资。他们有的抱起一箱水，有的扛起一袋米，动作笨拙又滑稽，却异常的执着，排着队一个接一个的将物资往大货车上搬。我彻底看傻了，这就是丧尸王的厉害之处吗？把最恐怖的敌人变成最顺从的劳工，这效率比任何搬家公司都要高，而且还免费。我很快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加入了这场诡异的搬运工作。我负责指挥和码放，将车厢里的空间利用到极致。沈渊则站在一旁监工，偶尔有哪个丧尸动作慢了，或是拿错了东西，他只需投去一个冰冷的眼神，那个丧尸就会浑身一抖，立刻变得机灵起来。在我和这群丧尸劳工的完美配合下，不到1个小时，整辆大货车就被塞得满满当当。我跳上驾驶座，发动了汽车，沈渊坐在副驾，那群完成了任务的丧尸则自动地退到道路两旁，为我们让开了一条通路。回去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思考着未来的路。我问沈渊知不知道官方建立的安全基地在哪里，或许我们应该去那里。沈渊没有回答。我注意到自从离开超市，他的脸色似乎比之前更白了，眉头也一直紧锁着，像是在忍受着什么痛苦。他眼底那抹红光闪烁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明白了什么。他体内的丧尸本能正在苏醒，正在和他残存的人类理智进行着激烈的对抗。我这才意识到，所谓的官方安全基地对别人来说是天堂，对沈渊来说可能就是地狱。那里人太多，活人的气息太浓郁，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一旦失控，他会变成最恐怖的杀戮机器，而我也绝对会被当成怪物的同伙给处理掉。唯一的能让他保持理智的地方，只有我的家，那个被榴莲和螺蛳粉打造成连丧尸都嫌弃的生化结界，那里才是我们唯一的堡垒。我不再犹豫，一脚油门踩到底，驾驶着满载希望的大货车，朝着阳光花园的方向疾驰而去。回到小区，我又故技重施，让沈渊指挥着楼下的丧尸，帮我们把一车物资全部运上了18楼。当最后一箱罐头被搬进家门，我关上门，用钢条卡死，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着被物资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涌上心头。我转过身，想对沈渊说，我们终于安全了。可话到嘴边，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凝固了。沈渊背对着我，高大的身体正剧烈地颤抖着，他双手痛苦地抱住头，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压抑的，如同野兽般的低吼。他身上奇香此刻正不受控制地疯狂外泄，浓郁的几乎让人窒息。他那双漆黑的眸子此刻已经被彻底的猩红所取代，那里面没有理智，没有情感，只有最原始的杀意。他死死地盯着我，像是盯着一顿美味的晚餐。我吓得浑身僵硬，连呼吸都忘了。就在我以为他要扑过来将我撕碎时，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命令我快跑。我没有跑，双脚像在地上扎了根。沈渊那声嘶哑的快跑像重锤砸在我心上，但不是恐惧，反而激出一种奇异的镇定。跑？往哪跑？满世界都是丧尸，离开他我才真是死路一条。大脑疯狂运转，一个被忽略的细节猛地跳了出来。在超市，我的手机不小心滑落，曾短暂播放过一段旋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沈渊的动作有过一瞬间的停滞，虽然只有0点几秒，但绝对有过。那是什么旋律？对了，是一首很简单的摇篮曲。我下载下来，准备治失眠用的。赌一把。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狂跳的心脏，一步一步朝濒临失控的沈渊走过去。他猩红的眼睛死死锁住我，喉咙里低吼越来越响，全身肌肉紧绷，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撕碎。我强迫自己不看他，轻轻哼唱起来。那是一段非常简单的旋律，没有歌词，只有纯粹的音调，一遍又一遍。我的声音在抖，但我没停。沈渊的身体僵住了，他那种嗜血的本性似乎被这轻柔的调子动摇了。有效果，我心中狂喜，继续哼唱，离他越来越近，直到我们之间不足1米。他眼中的血色像退潮般缓慢褪去，脸上的青筋也渐渐平复，那股几乎要将我吞噬的暴虐气息正被一种沉重的疲惫取代。他眼神从纯粹的兽性慢慢变回困惑迷茫，最后是他熟悉的那种冰冷又复杂的眼神。他高大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眼睛一闭，直挺挺朝前倒了下来。我瘫坐在地，大口喘气，后背全被冷汗浸透。刚才那短短几分钟，比我过去20几年加起来还要惊心动魄。看着枕在我腿上睡得毫无防备的沈渊，我心里五味杂陈。这男人是我的催命符，
也是我唯一的护身符。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拖起来，弄到卧室床上，安顿好他。我走到窗边，朝下一望，只一眼，我血液瞬间凝固。我的小区沦陷了，不知从哪涌来成百上千的丧尸，数量是之前的好几百倍。他们挤满马路草坪，楼下传来尖叫和求救，但很快就被嘶吼声淹没。那是没来得及躲回家的邻居。我的心沉到谷底，拿起手机，业主群已炸开锅，全是绝望的哭喊和咒骂。1701的周太太突然提到了我，她说她看见我和沈渊开货车回来，后面跟了一溜丧尸，话里话外都是我把丧尸引来的。群里所有人立刻调转矛头指向我，尤其是居委会的王阿姨，张口闭口说他们不是好东西，家里搞得像化粪池，现在又把整个小区搭进去，他就是个瘟神，应该把他们丢出去喂丧尸。看着屏幕上那些疯狂的言论，我脸色煞白，难道真的是我？可这些丧尸明明帮我们搬完东西后，我就让沈渊把他们驱散出小区了，现在怎么会又聚集到这里？而且数量还如此庞大，我还没来得及细想，砰！我家门被重重撞了一下。我凑到猫眼向外看，走廊里站着10几个幸存的邻居，为首的正是王阿姨，她手里拎着一把斧子，脸上混杂着恐惧和怨毒的疯狂。她身后其他人也拿着各种工具，菜刀、扳手、高尔夫球杆，正一下一下猛撞我的门。他们看见了我，透过小小的猫眼，王阿姨那张扭曲的脸猛地凑近，眼神像要吃人。门锁突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金属断裂的脆响，不好，门要开了，门板要被撞开了。我站在门后，却异常平静，愤怒和恐惧在末日最无用。透过猫眼看外面扭曲的脸，邻居们像准备献祭我的疯子。我没理会咒骂，声音冷静穿透门板，告诉他们杀了我和沈渊，丧尸也不会退。门外撞击停住了，我继续说，把我交出去，丧尸吃完我还会再来找你们，到时候谁都跑不掉。最后抛出我的王牌，沈渊的本事你们见过，楼下的丧尸他一人就能解决，想跟杀穿尸潮的强者，还是跟山洞送死的老太婆，自己选。门外死一般沉默，大家变成犹豫和挣扎，生存渴望压过盲目愤怒。王阿姨见势不妙，大声尖叫，他和丧尸是一伙的，想骗我们进去喂丧尸。但他的话已经失去了煽动力。一个年轻男人放下扳手，真能保证我们安全吗？我说跟着我活下去几率大100倍，我家是唯一活路。楼下突然传来凄厉嘶吼，丧尸涌进楼道，所有人都尖叫着让我开门。刚才喊打喊杀的人群，此刻疯狂拍门，充满哀求。我没立刻开门，而是继续说，要想活命，以后都得听我的，否则现在就让你们喂丧尸。所有人都拼命点头。我打开铁门，人群像决堤环水涌进来，求生本能促使他们放下猜忌，而收留他们估计后患无穷。但我也不后悔，我怀疑那群丧尸就是我和沈渊引来的，我做的这一切也算抵消我的负罪感，但目前来不及细思，最关键的还是处理眼前的危机。门彻底封死那刻，楼道丧尸嘶吼隔绝另一世界，屋里死一般寂静。劫后余生的邻居瘫软在地，大口喘气，脸上混杂惊恐庆幸。加我和沈渊不到100平房子挤了10个人，空气瞬间浑浊压抑。我知道另一场危机即将开始。我告诉他们，现在开始，这里是我们的堡垒，但堡垒有堡垒规矩。我宣布，第一，所有物资包括食物水全部上交，由我统一登记分配。第二，所有人必须轮流值守，观察楼道窗外情况，不得擅自行动，发出巨响。第三，最重要，卧室是禁区，不得靠近打扰里面的人，违背任何一条直接赶出去。话音落下，一个叫李浩的年轻男人立刻点头，说现在就该有统一规矩。几个人跟着附和。但王阿姨和一个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脸色难看。王阿姨眼神阴沉说，凭什么你管事？物资不是你一个人的。我懒得废话，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直接回怼，凭我能从丧尸嘴里救你们回来，凭物资我和沈渊冒死运回，凭这房子是我的，这理由够吗？王阿姨被盯得不自在，张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我不再理他，清点人数，安排工作，让李浩带2个男人加固门窗，让2个女人整理物资登记造册，我亲自拿急救箱给伤员处理伤口。邻居看我的眼神从怀疑慢慢变信服依赖，临时生存秩序初步建立。王阿姨表面服从，交出背包里半瓶水几块饼干，但她看我的眼神像淬毒刀子。我知道这老太婆不会罢休，果然晚上分配完口粮，每人1瓶水2块压缩饼干。她趁人不注意拉一个邻居到角落窃窃私语，我装没看见，但耳朵竖高，听她压低声音说，别看他人模狗样，但其实他和怪物是一伙，沈渊会随时发疯咬死我们，他的目的其实是把我们骗进来当储备粮。邻居听王阿姨这么一说，脸色煞白，看卧室的眼神充满恐惧。
很快以王阿姨为核心4人团体形成，除她以外还有唯唯诺诺的张叔，打扮时髦在夜店上班的丽丽，以及一个沉默的眼镜男。我冷眼旁观，没立刻戳破。末日之下，人心变化比丧尸病毒还快，我需要机会让他们暴露，让其他人看清嘴脸。第二天，我照例分配物资，物资由我和李浩共同管理，存放客厅上锁柜子钥匙各一把，每次分发核对数量。分发时，我敏锐察觉王阿姨那伙眼神闪躲，尤其丽丽接饼干手抖，不敢对视。我心里有数，没声张。分发完毕，借口重新规划摆放，和李浩打开储物柜，柜子东西码放整齐，表面没问题。李浩检查说数量对得上，但我指着一箱矿泉水摇头说不对，这箱水外面看着是满的，但我搬动重量不对。我当众撕开封口，果然里面少了4瓶水。我又打开午餐肉罐头，同样手法，上面满下面空，还有饼干方便面都被动过手脚。屋子瞬间安静，所有目光聚焦在箱子上。李浩脸色铁青，愤怒说谁干的？这是我们救命粮。我目光缓缓扫过王阿姨那几人，他们脸色白得像鬼。张叔腿一直哆嗦，丽丽头埋膝盖里不敢看人，只有王阿姨强作镇定反问我，看我干什么？不是我拿的。我平静对所有人说，给偷拿东西的人一个机会，自己交回来就当没发生过，等我搜出来，别怪我不客气。时间流逝，没人站出。王阿姨脸上露出得意冷笑，她以为我找不到证据，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径直走到客厅窗帘后，那里窗帘堆杂形成一个视觉死角。我伸手猛扯厚重窗帘，阳光涌入照亮隐藏东西，几瓶矿泉水，几个罐头，几包饼干，就是我们刚刚清点缺少的物资。所有人倒吸凉气。王阿姨老脸血色刷得褪得干干净净，人赃俱获，铁证如山。王阿姨老脸瞬间惨白如纸，身后张叔丽丽抖得像秋风落叶，周围邻居眼神从震惊变愤怒鄙夷。李浩指着王阿姨质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所有人的救命粮，你是不是想害死大家？王阿姨无法抵赖，索性破罐破摔，坐地撒泼说，我年纪大，每天担惊受怕，多拿点傍身有什么错？都是这个年轻人心肠歹毒，设套陷害我。倚老卖老的把戏，太平盛世或许有用，但末日只能说可笑又可悲。我懒得争辩，当即宣布，从今天起，王阿姨、张叔、丽丽、眼镜男，你们4人物资配给减半，并且持续3天，另外还要守1周的夜，这是你们破坏规矩的惩罚。其他邻居没出声，显然认可惩罚。王阿姨还想闹，但我冰冷眼神扫过，她话咽回去了。她也明白，再闹我真会扔她出去。这场小风波暂以我绝对胜利告终，让我在幸存者团体立住威信。但这时卧室门咔嗒打开，所有人呼吸停滞，齐刷刷看那扇门。沈渊穿黑色丝质睡衣，面无表情走出。他睡了整整1天1夜，但脸色依旧苍白。他扫一眼客厅紧张对峙的众人，眉头微皱，最后目光落我身上。他开口，声音刚睡醒，沙哑问，外面很吵。简单4字让王阿姨那几人吓得往后缩。我简单说了下事情经过，她听完脸上没多余表情，淡淡嗯一声，像无关紧要小事。她走到窗边，将手掌贴在玻璃窗上后闭上眼睛。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无形的精神压迫瞬间穿透墙壁，笼罩整个小区。楼下那些混乱绑状丧尸像接收到指令一样，动作猛地一僵，然后开始以诡异秩序缓缓移动。他们不再冲击楼道，而在我们楼4周围成松散却界限分明的圈。他们静静站着，像沉默血肉铸就的城墙，任何外围游荡丧尸靠近这儿，就被他们无情撕碎。所有人被眼前景象惊呆，他们看沈渊，眼神充满恐惧。这是能把怪物当武器的男人，强大超过所有人想象。有了这道防线，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小规模的外出搜寻。我立刻抓住机会，制定详细行动规则。安全屋外出搜寻准则 1.0： 1. 所有外出行动必须由我批准统一规划。2. 行动小组不超过3人，必须由我或李浩带队。3. 行动时间严格限制上午9点到11点。4. 行动路线限制在防线内侧，严禁跨越。5. 全程保持静默，非必要不战斗。规则宣布完后，李浩等人立刻拥护，但王阿姨团体却嗤之以鼻。他们可能觉得我又借机揽权，尤其王阿姨，她大概觉得有了丧尸防线就会万事大吉。我警告过他们，丧尸防线很脆弱，任何大动静都可能导致崩溃，但显然我的警告他们没听进去。第二天上午，我带李浩和小陈计划去隔壁单元楼搜集药品罐头，过程有惊无险，但等回安全屋发现气氛不对，王阿姨、张叔、丽丽不见了。邻居说我们前脚刚走，王阿姨就说她知道附近小超市好多吃的，怂恿张叔、丽丽偷偷溜出。我的心瞬间沉下，这3个蠢货找死！我立刻跑到窗边，朝小超市方向望，果然防线边缘看到3个鬼祟身影，他们完全无视规则，不仅发出声响，甚至未抄近路从防线间隙穿过。他们以为像木头桩子一样的丧尸会不知道，但这行为等同在狮子嘴边拔毛。果然，他们穿过防线瞬间，2只守卫丧尸像被侵犯领地的野兽，猛转身朝他们嘶吼。这嘶吼像信号，引来附近几只游荡不受沈渊控制的丧尸。王阿姨3人瞬间慌神，尖叫往回跑。落在最后面的张叔被丧尸扑倒，大腿被抓得鲜血淋漓，丽丽吓得魂飞魄散。王阿姨连滚带爬，狼狈不堪。他们制造的混乱让防线出现骚动，沈渊勉强稳住骚乱，
但几只丧尸脱离控制，开始在楼下胡乱游荡。而那3人跑回楼下哭喊让我们开门，我阴沉脸让李浩开门。他们一进来，张叔就瘫倒在地无腿惨叫，而丽丽哭个不停。我没开口，王阿姨道恶人先告状，指我鼻子当众尖叫，都是你的错，制定什么狗屁防线，一点用处都没有，还把万年怪物吸引过来，导致张叔被你害成这样，你根本目的就是害死所有人。他声音尖利，语气煽动，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几个不明真相的邻居露出怀疑，他们看我的眼神变了。王阿姨的倒打一耙，无耻到了极点，她的话像一根毒刺，精准地扎进了幸存者们最脆弱的神经。那几个本就摇摆不定的邻居，看我的眼神里，怀疑和恐惧正在迅速发酵。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反驳，沈渊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规则就是规则，不想遵守的现在就可以滚出去，我不介意防线多吸收几个新的丧尸手段。所有人瞬间毛骨悚然，王阿姨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屋子里再次陷入死寂，只有张叔压抑的呻吟声。我处理了张叔的伤口，处理完后，我对所有人说，他能不能活下来，看他自己的意志，也看我们接下来有没有足够的抗生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不守规矩，自作聪明。我的目光扫过王阿姨和吓得缩在角落的丽丽，所有人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他们，是他们的愚蠢，差点害死了一个人，也差点毁掉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保障。我在想，也许该找个机会，把这些不稳定因素彻底清除出去。就在这内部矛盾尖锐到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个微弱带着哭腔的呼救声从楼下飘了上来。只见小区的入口处，一个身影正踉踉跄跄地朝着我们这栋楼跑来，他的身后跟着3、4只被他惊动的游荡丧尸。当他跑得更近一些，抬起那张沾满灰尘和血污的脸时，是他，苏曼，他居然还活着，而且还找到了这里。楼下的苏曼显然也看到了窗边的我们，他像是看到了救世主，脸上爆发出巨大的惊喜，他朝着我们拼命挥手，他哭喊着求我救他，那凄惨的模样，那绝望的哭喊，足以让任何一个心软的人动容。屋子里的几个邻居脸上已经露出了不忍的神色。就在我准备强硬的拒绝时，一直沉默的王阿姨突然站了出来，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她看到了一个对付我的绝佳机会，她一反常态，煽动大家救苏曼。她的话瞬间就把我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我看着他们，心里一阵发冷。我深知苏曼的为人，把这颗定时炸弹放进来，后患无穷。可眼下的情况，民意已经被王阿姨煽动起来。我如果强行拒绝，只会导致团队彻底分裂。我看向沈渊，想征求他的意见，他却只是靠在沙发上，眼神漠然地看着窗外。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的房子你决定。”楼下，苏曼的体力已经耗尽，他被一块石头绊倒，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只丧尸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张开了腥臭的大嘴。最终，我缓缓地点了点头。大门打开，苏曼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在丧尸咬到他脚踝的前一秒，大门重重关上，他瘫在地上，浑身颤抖，看起来是那么的无助。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感激，但我却在他眼底的最深处看到了一闪而过冰冷的得意。苏曼进来后，王阿姨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又是递水又是拿毛巾，不知道的还以为苏曼是她亲闺女。苏曼也顺势靠在王阿姨怀里，两人交换了一个飞快的心照不宣的眼神。安顿下来后，苏曼展现了比王阿姨高明100倍的手段，她没有急着针对我，反而对我表现得毕恭毕敬，一口一个陆苗姐，叫得比谁都甜。他说，陆苗姐以前在公司是我不懂事，多亏了你不计前嫌救了我，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他的姿态放得极低，态度诚恳到无可挑剔。接着他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没有像王阿姨那样只会散播恐惧和抱怨，而是声泪俱下的对所有人讲述了他九死一生的逃亡经历。我的同伴为了掩护我，被丧尸活活分尸，我躲在垃圾桶里，听着外面的惨叫声，整整1天1夜不敢动弹。我饿到去啃绿化带里的树皮，才勉强活了下来。细节丰富，情绪饱满，几个心软的邻居，尤其是小陈和另外一个大姐，听得眼圈都红了，看她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怜爱。苏曼成功的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坚强又可怜的幸存者形象。做完这一切，她开始不动声色地拉拢人心，孤立我们。她会夸张地赞美李浩的力气大，说有他在，大家就有了安全感。她会羡慕丽丽的皮肤好，请教她末日里是怎么保养的。她甚至会主动去照顾还在养伤的张叔，给他喂水，陪他说话。短短2天时间，她就和除了我跟沈渊之外的所有人都打成了一片。屋子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大家虽然也怕沈渊，但更多的是依赖我和他提供的保护。现在他们开始以苏曼和王阿姨为中心，窃窃私语，看我们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苏曼很高明，她从不说我和沈渊的坏话，反而处处维护我们。当王阿姨又在角落里嘀咕沈渊是个怪物时，苏曼会立刻制止她，说出的话听起来像是在为我们辩解，实际上却是在潜移默化地加深所有人的印象。沈渊是危险的，而我陆苗冷漠不近人情，和他们这些普通幸存者不是一路人，隔阂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他建立了起来。我成了孤家寡人，而他成了那个团结大家、善解人意的核心。我冷眼看着他表演，心里一片平静。我知道博取同情、孤立对手只是他的第一步，他真正的目的是想
想取而代之，夺走这个安全屋的控制权，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目的性。他借口说想为大家分担，主动承担了屋子里的清洁工作，这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去观察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看到他擦拭门窗的时候，手指会状似无意的在门锁、在窗户的卡扣上反复触摸，感受它们的结构和坚固程度。我看到他整理杂物的时候，会将我们堆在墙角的战略物资，那些榴莲和螺蛳粉，一箱一箱的搬开，再重新码放。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把我们物资的种类和确切数量摸得一清二楚。我们每天的物资分配、人员的值守换班时间，他都默默记在心里。有一次，我故意改动了李浩的守夜时间，第二天他就无意中问起李浩这件事。他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次行动，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寻找安全屋最致命的弱点。沈渊对这一切似乎毫无察觉。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卧室里休息，或者坐在窗边，仿佛这些人类之间的勾心斗角，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怕苏曼搞鬼吗？他可比王阿姨难对付多了。他当时连头都没回，只是淡淡的吐出几个字。他说，一只虫子和一群虫子有区别吗？能一脚踩死就行。我无言以对。我知道他有绝对的实力，不在乎这些阴谋诡计，但我不能不在乎，因为我不是他，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旦被这些虫子钻了空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开始更加严密地监视苏曼，我把我的平板电脑那个记录着所有物资清单和行动计划的设备看得更紧了。我知道那一定是他最想得到的东西。这天深夜，所有人都睡下了，我却毫无睡意。我总觉得苏曼今晚会有所行动。我闭着眼睛，装作熟睡的样子，耳朵却捕捉着周围的一切动静。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阵极其轻微的布料摩擦声从苏曼睡的角落里传了过来。我悄悄地观察着，只见苏曼缓缓地朝着我这边过来，目标明确，就是我放在沙发边小凳子上的那台平板电脑。我的手已经悄悄摸向了枕头下的匕首。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平板电脑的瞬间，我猛地睁开眼睛，在黑暗中与苏曼四目相对，他脸上的贪婪和算计还来不及收回，就瞬间凝固成了惊恐。我手里的匕首已经贴上了他的脖子。我说，我的东西你也敢碰？我的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深夜里，却像惊雷一样清晰。睡在不远处的李浩和几个邻居瞬间被惊醒，他们打开手电，所有人都看清了眼前的景象。苏曼像只被抓包的老鼠僵在我的床边，手还保持着伸向平板电脑的姿势，而我半坐起身，用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喉咙。苏曼的身体抖得像筛糠，他立刻换上一副渲然欲泣的表情。他哭着解释说，我只是想帮你盖一下被子。这谎言拙劣的可笑，但王阿姨立刻跳了出来，她指着我大声呵斥。我懒得跟他们演戏，我对所有人说，我的规矩同样适用于他，偷窃公共物资减半配给加倍守夜。我盯着苏曼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从明天起，所有最危险最累的活你第一个上。说完，我收回匕首。苏曼立刻瘫倒在地，捂着脖子大哭起来。王阿姨抱着他，一边怒骂我心狠手辣，一边用怨毒的眼神瞪着我。这场闹剧让安全屋的气氛更加诡异，裂痕已经无法弥补，而物资的日益消耗是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搜刮了附近所有能去的地方，剩下的都是些路途遥远、危险重重的大型仓储中心，只靠人力根本不可能把东西运回来。我看着窗外那圈沉默的丧尸防线，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成型。第二天一早，我召集了所有人，我说，我们必须去更远的地方补充物资，而这一次我们要用新的运输方式。我看向沈渊，他对众人说，我可以有限度地命令那些低阶丧尸为我们搬运东西，组建一支临时的丧尸运输队。这个提议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让丧尸帮我们干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一想到沈渊那神鬼莫测的能力，他们又觉得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计划要执行，就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物资足够丰富，值得我们冒险的地方。就在这时，苏曼突然开口了，他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怯生生地说，他知道一个地方。在城西的工业区有一个大型的恒温物流仓库，是专门给几家大型连锁超市供货的，里面有大量的肉类、蔬菜和速冻食品。如果能把那里的东西运回来，足够我们所有人吃上1年。他描述的非常详细，连仓库有几个门、卸货平台在哪里都说得清清楚楚，听起来不像是假的。王阿姨立刻在一旁帮腔，她说，小苏真是好样的，心里装着大家，不像某些人就知道拿着鸡毛当令箭，处处为难自己人。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心里冷笑，我知道这绝对是个陷阱。但苏曼很高明，他提供的这个目标诱惑力太大了，大到足以让所有人都选择性的忽略其中的风险。李浩他们显然动心了，我不能拒绝，一旦拒绝，就会坐实我打压苏曼不顾大家死活的罪名。我平静地点了点头，目标就定在那里。行动定在第二天清晨，我们挑选了10个最强壮的邻居，由我李浩和沈渊带队，苏曼作为向导，自然也必须同行。沈渊再次施展他的能力，从楼下的防线里挑选了20只看起来相对完整的丧尸，这些昔日的人类如今成了我们最诡异的搬运工。我们出发了，整个队伍的气氛压抑又紧张，人类和丧尸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诡异组合行走在死寂的城市里。沈渊走在最前面，他像一个无声的君王，
那些丧尸则摇摇晃晃地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我们准备好的巨大编织袋。这次的距离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远，对沈渊的精神消耗也是巨大的。我能看到他的额角渐渐渗出了细密的冷汗，脸色也愈发苍白。经过近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抵达了苏曼所说的城西工业区，一栋巨大的白色建筑，墙体上还挂着冷链物流中心的字样，和苏曼描述的一模一样。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然而，当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那个仓库时，我的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仓库周围太安静了，一只游荡的丧尸都没有，这在末日里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而且仓库的几个巨型卷帘门都大敞撕开着，一种强烈的不安笼罩了我。我对沈渊说情况不对，沈渊也皱起了眉，他显然也察觉到了异常，但他控制着丧尸运输队，已经消耗了太多精力，他只是对我摇了摇头，示意我小心。我们慢慢靠近，一股浓烈的难以言喻的腐臭味从仓库里飘了出来，那不是丧尸的腐臭，而是大量食物变质腐烂的味道。李浩第一个冲了进去，但下一秒他就呆立在了原地。我们跟进去，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仓库里所有的货架都东倒西歪，地上到处是破损的包装袋和纸箱，无数的肉类蔬菜因为断电早已彻底腐烂，长满了绿色的霉菌，流淌着恶心的汁液，变成了苍蝇和蛆虫的天堂。这里早就被其他人搜刮过了，而且是在很久之前，他们带走了所有能用的东西，只留下这满地的垃圾和腐烂。苏曼所谓的物资天堂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发臭的垃圾场。所有人的希望在瞬间破灭，变成了滔天的愤怒。他们齐刷刷地转过头，怒视着苏曼。苏曼的脸上也装出了震惊和无辜的表情。他结结巴巴地说：“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啊，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好好的。”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李浩愤怒地质问他。苏曼眼神躲闪，小声说：“是末日爆发前。”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怒火。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消耗了沈渊大量的体力，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就为了一个他末日前知道的早已过时的信息。这不是失误，这是故意的，是恶意的误导。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沈渊身体突然晃了一下，他猛地用手撑住旁边的货架，脸色苍白如纸。我们身后那20只一直安静站立的丧尸运输队，他们空洞的眼眶里开始泛起嗜血的红光。那20只行尸走肉已经不再是温顺的劳工，他们僵硬的脖子开始扭动，喉咙里发出呵呵的低吼。李浩他们吓得脸都白了，下意识地举起了手里的钢管和砍刀。可谁都知道，一旦这些怪物失控，在这狭窄的仓库里，我们这点人根本不够他们塞牙缝的。苏曼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尖叫一声，就想往仓库深处跑。我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狠狠拽了回来，匕首再次抵住他的脖子。我对他低吼：“你害我们陷进这里，要死你也得死在最前面。”我的动作似乎刺激到了沈渊，他猛地转过头，赤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那眼神里的疯狂和暴虐让我心脏骤停。但他没有扑过来，他用尽最后一丝理智与体内的本能对抗着。他高大的身体剧烈颤抖，青筋从脖颈一直蔓延到额角，整个人像一张被拉到极致的弓。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脑中灵光一闪，我没有哼唱那首摇篮曲，那太慢了。我用尽全身力气对着他大喊：“沈渊，瑞星科技第3季度财报净利润率下降了 0.5个百分点，就是因为你批了苏曼那个愚蠢的营销方案。”这些冰冷的属于我们过去世界的词汇，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进了他混乱的意识里。他眼中的红光剧烈闪烁了一下，疯狂的表情出现了一丝短暂的凝滞。就是现在，我没有犹豫，拉着吓傻的苏曼，第一个冲出了仓库。我对所有人吼：“快走，能跑多远跑多远！”李浩他们如梦初醒，连滚带爬地跟在我身后。我们头也不回地狂奔，身后没有传来预想中的追杀声，只有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仿佛野兽受伤般的嘶吼。我们逃了不知道多久，直到所有人都跑得肺快要炸开，才敢停下来。回头望去，仓库那边一片死寂，沈渊没有追来，那些失控的丧尸也没有追来。我们活下来了，所有人都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劫后余生的庆幸很快就被巨大的失落和愤怒所取代。我们白跑了一趟，还差点全军覆没，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就在我们绝望之际，一个眼尖的邻居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巷口，那里有辆车。我们冲过去，发现是一辆侧翻在地的快递货车，车厢的门被撞开了，里面散落出大量的箱子，上面印着社区生鲜每日直送的字样。老天没把我们的路堵死，我们顾不上疲惫，发疯似的撬开那些箱子，里面是真空包装的蔬菜、密封的肉肠，还有成箱的自热米饭和矿泉水。虽然不多，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不亚于一座金山。我们把所有的物资都搜刮出来，连滚带爬的往家的方向挪去。这一路没人再说话，每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股火，对苏曼的，对王阿姨的，对这该死的末日的。当我们像一群难民终于回到阳光花园楼下时，已经是黄昏。沈渊比我们先到，他靠在单元门的阴影里，
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看到我们，他只是抬了抬眼皮，便转身上楼，连一句话都没说。我看得出来，他这次消耗过度，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我们把物资艰难地搬上18楼，几乎所有人都累瘫了，一进屋就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而一直待在屋子里的王阿姨和苏曼，立刻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围了上来。看到我们带回来的食物，他们的眼睛都在放光。王阿姨一拍大腿，抢先开了口，她说：哎呀，可算回来了，我就知道小苏的消息没错，看看带回来了这么多好东西，小苏可是手工一件啊。苏曼也立刻接话，她一脸惊喜地看着那些物资，她说：太好了，虽然过程曲折了点，但总算有收获，大家辛苦了。他们一唱一和，仿佛这次行动的功劳全是他们的一样。李浩气得从地上弹了起来，他指着苏曼的鼻子就骂：你个贱人还有脸说，要不是你，我们差点全死在外面。几个跟着出去的邻居也纷纷怒斥，场面瞬间乱成一锅粥。王阿姨叉着腰，像个泼妇一样跟他们对骂。她说：你们吼什么吼？没有小苏提供想法，你们连门都不敢出，现在带回东西了，就想把功劳全占了，门儿都没有。她越说越来劲，甚至提出了更无耻的要求。她说：这次小苏受了惊吓，精神损失巨大，我和他还有支持我们的几个人必须优先分配这些物资，我们要双份。这句话彻底引爆了火药桶。凭什么？你们两个什么都没干就要双份？王八蛋！老子在外面拼命的时候，你们在干嘛？激烈的争吵变成了互相推搡，屋子里充满了贪婪的叫骂和愤怒的嘶吼。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连阻止的力气都没有。这就是人性。就在屋子里的混乱即将升级成全武行的时候，吼！一声低沉的不似人类的咆哮从卧室的方向传来，那声音里充满了被打扰的暴躁和无法抑制的怒火，一股无形的恐怖的威压，如同实质的巨浪，瞬间席卷了整个客厅。所有人都僵住了，卧室的门被缓缓推开，沈渊走了出来。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穿过混乱的人群，第一次如此明确的锁死在了王阿姨和苏曼的身上。那眼神里没有任何警告，没有任何戏谑，只有最纯粹的毫不掩饰的冰冷的杀意。那一瞬间，我看到王阿姨和苏曼脸上的表情，从嚣张到错愕，再到极致的恐惧。他们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牙齿咯咯作响。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这段时间上蹿下跳，不断挑衅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王阿姨彻底老实了，一连好几天都夹着尾巴做人，看见沈渊就腿软，像老鼠见了猫，连每天分配物资的时候都不敢再大声嚷嚷一句。但苏曼不一样，她的恐惧之下还潜藏着更深的嫉妒和不甘。她亲眼见过我用一首简单的摇篮曲将濒临失控的沈渊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在他那浅薄又自负的认知里，这是一种可以被复制被夺走的控制手段。他大概天真的以为，只要掌握了这首魔音，他就能取代我的位置，成为这个团队里最有价值最不可或缺的人，甚至成为沈渊这个末日王者唯一的掌控者。这个疯狂又愚蠢的念头像一颗剧毒的种子在他心里迅速发芽，疯狂滋长。我好几次都看到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嘴唇翕动，用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偷偷练习着什么。那调子跑的能从18楼直接拐进外滩，难听的让我生理不适，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我当时只觉得可笑，并没有太在意。我万万没想到，他真的敢把这种白日梦付诸行动。那天深夜，轮到李浩和小陈守上半夜，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此起彼伏的鼾声。沈渊因为上次消耗过度，这几天一直很嗜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卧室里休息。为了方便照顾他，也为了让他能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安静的空间，我让他睡在我的卧室床上，而我在外面的沙发上将就。大概凌晨3点多，睡得正沉的我被一阵极其轻微的悉索声惊醒。我以为是守夜的人在巡视，便没有睁眼，但那声音没有走远，反而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卧室门口。我的警惕心瞬间提到了最高点。我眯开一条眼缝，借着窗外惨白的月光，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是苏曼。他拧开了卧室的门把手，然后一闪身溜了进去。他想干什么？偷东西？卧室里除了沈渊，什么值钱的都没有。难道他想对沈渊下手？这个念头让我浑身血液都凉了半截。沈渊虽然强大，但现在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我立刻从沙发上翻身下来，赤着脚，悄无声息地摸到卧室门前。我没有立刻冲进去，而是将耳朵紧紧贴在门板上，想听清里面的动静。一开始，屋里很安静，只有沈渊平稳悠长的呼吸声。但很快，一个极其诡异的声音响了起来。那声音又尖又细，完全不成曲调，五音不全，跑调严重。是苏曼在唱歌，她竟然真的在模仿我那首摇篮曲，还如此拙劣。果然，下一秒，沈渊平稳的呼吸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压抑，充满了极度烦躁和痛苦的低吼。那吼声里带着即将被彻底点燃的狂暴。
糟了，我再也顾不上别的，猛地一把推开门，沈渊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双手死死抱着头，黑发凌乱的垂下，一双眼睛在黑暗中亮起2点骇人的红芒，他死死地盯着床边那个吓傻了的女人。而苏曼，她还保持着唱歌的口型，脸上那副自以为是的魅惑的表情已经完全僵住。她显然没料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诱惑换来的不是沈渊的温顺，而是即将爆发的毁天灭地的雷霆之怒。动静惊动了外面的李浩和小陈，他们立刻提着手电筒冲了进来。当他们看清屋里的情况时，也全都惊呆了，纷纷指责苏曼。被手电筒的强光一照，又被众人接连呵斥，苏曼终于从极致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指着我开始恶人先告状。是你让我来的，你说沈总状态不好，需要有人唱歌安抚他。这谎言编得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去。我冷笑一声，还没来得及开口，李浩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去，作势要扇他耳光。他怒吼道：你把我们都当傻子耍吗？陆秘书唱歌安抚沈总我们见过，你这嗓子跟乌鸦叫春似的，能安抚谁？我看你是想直接把沈总刺激死，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跟着陪葬。李浩的话糙理不糙，瞬间点醒了所有人。苏曼这种行为根本不是在帮忙，而是在玩火，是拿所有人的命在开玩笑。被这么一通大闹，沈渊眼中的红芒反而渐渐褪去了一些，他似乎是被这乱糟糟的场面给弄得烦躁到了极点，暴虐的杀意被强烈的厌恶所取代。他扫了一眼瘫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苏曼，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堆发臭的令人作呕的垃圾。李浩立刻架起还在哭哭啼啼的苏曼，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他拖了出去。这场东施效颦的闹剧就这么滑稽的收场了。苏曼不仅没能得到他想要的控制权，反而彻底暴露了他的愚蠢和歹毒。从那天起，他在安全屋里彻底成了一个笑柄，没人再相信他的眼泪，没人再理会他的示好。每当他出现，大家都会投去鄙夷和嘲笑的目光，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比我当初的处境还要凄惨100倍。我看着他和王阿姨再次躲到角落里，用怨毒的眼神交头接耳。我知道他们不会就此罢休，被逼到绝路的疯狗只会更加不择手段。我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他们下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疯狂反扑。苏曼那场拙劣的闹剧，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掉了他和王阿姨最后的脸皮。他们成了安全屋里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被他们煽动的邻居，如今看他们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后怕，没人再跟他们说话。分配物资时，他们也只能拿到最少的那一份。敢怒不敢言，我好几次看到他们凑在角落里，用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恶毒地交谈着。看向我和沈渊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嫉妒和怨恨，而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疯狂。他们的目光尤其频繁地落在我随身携带的那个平板电脑上，那里面不仅有我们所有物资的详细清单，还有我根据小区地形制定的多套防御预案以及人员排班和几个备用物资的隐藏地点。可以说这个平板就是我们这个小团体的中央处理器。我心里冷笑，狐狸尾巴终于要藏不住了。我没有声张，我需要一次彻底的清算。我找到了李浩，还有另外2个一直坚定支持我的邻居，一个叫赵峰，以前是健身教练，一个叫孙姐，心思缜密，很靠得住。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他们，我说王阿姨和苏曼很可能会在最近动手，目标是药品、浓缩食物还有我的平板。他们非常愤怒，问我要不要把他们赶出去。我摇了摇头，现在不行，他们会撒泼打滚说我们冤枉好人，总有那么1-2个圣母心会动摇。我要让所有人都亲眼看看他们的真面目。我说出我的计划，他俩点头同意。入夜，安全屋里静悄悄的，大部分人都因为白天的劳累睡得很沉。我像往常一样把平板电脑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充电，然后回到我的房间。但我没有睡在床上，而是裹着毯子坐在门后最黑暗的角落里，手里紧紧握着一把消防斧。李浩他们3人则分别埋伏在客厅的几个视觉死角，与黑暗融为一体。我们在等待那2个按捺不住的窃贼自己走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时间1分1秒的过去，空气压抑的让人窒息。就在我快要以为他们今晚不会行动的时候，2个黑影一前一后摸索着进了客厅，是王阿姨和苏曼。王阿姨径直走向存放公共物资的那个大铁皮柜，用一根早就准备好的铁丝熟练地捅开了那把简陋的挂锁。她贪婪地将柜子里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抗生素止痛药还有高能量的压缩饼干一大把地塞进自己背后的背包里。而另一个黑影苏曼，他的目标更加明确，他走向了正在充电的平板电脑，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即将得手的兴奋。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拿着我们所有的机密去投靠某个他幻想出来的更强大的幸存者基地。他的手伸向了平板，手指触碰到了冰冷的屏幕。就是现在，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用拳头猛地砸了一下房门。这声巨响像一个信号，客厅的灯啪的一下瞬间全部亮起。突如其来的强光让王阿姨和苏曼发出了刺耳的尖叫，他们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睛。等他们适应光线，
看清眼前的景象时，已经彻底呆住了。我手持消防斧，站在卧室门口，几个邻居从不同的方向围了上来，堵死了他们所有的退路。王阿姨的背包因为塞了太多东西，拉链都没拉上，几盒珍贵的阿莫西林从包里掉了出来，滚落在地。而苏曼，她的手还僵硬地放在平板电脑上，人赃并获，证据确凿。王阿姨的嘴唇哆嗦着，一张老脸在灯光下惨白如鬼。苏曼的反应更快，她立刻就想故技重施，眼眶一红就要往下跪。我立刻打断了她的表演，对被惊醒后围过来的所有邻居说：“大家都看看，这就是你们同情的弱者，这就是你们当初力保的好人。”我接着说，他们偷的是受伤的人的救命药，是孩子们最后一点口粮，他们想拿走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命。邻居们的眼神从最初的睡眼惺忪到震惊，再到无法抑制的愤怒。他们看着地上的赃物，看着这两个无从抵赖的窃贼，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农夫与蛇。苏曼见势不妙，她突然一把推开王阿姨，指着她尖叫：“是他，都是他逼我干的。他说不这么干，我们迟早都会被陆淼和那个怪物害死。”这一下把王阿姨也逼到了绝路。她看着苏曼，又看了看周围一圈愤怒的脸，她知道一切都完了。她的视线在混乱的客厅里疯狂地扫视着，然后定格在了墙角，那里点了一盏小小的酒精灯，酒精灯旁边堆着一些准备用来生火的纸箱和一些收集来的破旧衣物。都去死吧！她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既然你们都想让我死，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话音未落，她一把推开挡在她身前的苏曼，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向了那个角落。她的动作太快太突然，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王阿姨一脚踹翻了那张小桌子，燃烧着的酒精灯在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精准地落在了那堆易燃的杂物上。着火了！人群瞬间大乱，人们慌不择路地后退，整个客厅乱成了一锅沸粥。这正是王阿姨想要的。她一把抓住被吓得瘫软在地的苏曼，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大火吸引的瞬间，朝着单元楼的大门疯狂冲去。我和李浩他们被慌乱的人群和熊熊的火焰暂时阻隔在了另一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即将消失在门口的黑暗中。我心中一沉，难道真要让这两个罪魁祸首就这么逃出升天？苏曼的倒打一耙是压垮王阿姨的最后一根稻草。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刚还和自己信誓旦旦的盟友，那张梨花带雨的脸上结满了虚伪和背叛。王阿姨的表情从错愕到怨毒，最后凝固成一种彻底的歇斯底里的疯狂。她像一头发了疯的母狮，对着所有邻居咆哮。她说：“你们这群蠢货，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你们到底在维护谁？”她的手指又转向我身后那扇紧闭的卧室门。她说：“你们真以为他是救世主吗？他是个怪物，他身边还养着一个更可怕的怪物。末日刚开始的时候，丧尸根本没这么多，就是你们两个住进来以后，才把那些鬼东西全都引了过来。阳光花园本来是最安全的地方，是你们把这里变成了地狱。”她的话带着一种绝望的煽动力。她说：“你有吃有喝，当然不在乎我们的死活，每天分的那点东西，跟打发要饭的有什么区别？我们凭什么要对你感恩戴德？”她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偷东西怎么了？我就是想活下去，不想被你和沈渊两个怪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周围的邻居被他这番癫狂的言论震得说不出话来，但他们的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只有愤怒。李浩啐了一口骂道：“老巫婆，你他妈疯了吧？没有陆淼和沈总，你早就变成楼下那些丧尸嘴里的烂肉了。”众人的声讨像一把把烧红的烙铁，烫在王阿姨最后的尊严上。她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完了，再也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那种被所有人抛弃的极致的绝望，让她眼中的疯狂燃烧到了顶点。我提着消防斧，对着身边慌乱的人群大吼：“都别乱！女人和孩子去卫生间接水，男人跟我来，先把火势控制住，不能让他们跑了。”我的声音像一针强心剂，暂时稳住了混乱的局面。李浩和赵峰立刻响应，他们一人抄起一个灭火器，对着火源猛喷，刺鼻的干粉弥漫开来，暂时压制住了火头，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几秒钟。王阿姨和苏曼已经跑到了走廊上，王阿姨毕竟年纪大了，体力不支，跑了几十米就开始大口喘气，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苏曼知道带着王阿姨这个累赘，她绝对跑不掉。在生死关头，这个女人的自私和恶毒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脸上突然挤出一个诡异的笑容，她凑到王阿姨耳边，用一种急切又充满诱惑的语气说：“王阿姨，你先挡住他们，我去找救兵，我不会丢下你的。”王阿姨已经跑得头昏脑胀，根本无法思考，她下意识的就要点头，可她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感觉到背后一股毫不留情的力道猛地推在了她的后心上。苏曼在说完那句虚伪的承诺后，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将自己曾经的盟友狠狠地推向了窗户。王阿姨肥硕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那扇本就受损的窗户上。王阿姨的身体在巨大的惯性下穿过了破碎的窗框，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她的双手在空中徒劳地抓挠着，她从18楼的高空笔直地坠落下去。所有人都僵在原地，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黑洞洞的空无一物的窗框。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直冲天灵盖。
我不是圣母，对王阿姨的死我没有半分同情，这是她咎由自取，但我依然被这突如其来、血淋淋的结局给镇住了。更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苏曼，是那个在所有人都被这惊悚一幕吸引住全部注意力的瞬间，那个毫不犹豫转身就跑的女人。糟了！李浩也反应了过来，他怒吼一声，那个贱人跑了。他提着灭火器就要追过去，被我一把拉住。楼梯间里漆黑一片，我们对地形不熟，贸然进去只会中了他的埋伏。更重要的是，我指了指身后还在冒着黑烟的客厅，我说先救火才是最重要的。李浩看着那扇紧闭的防火门，苏曼逃了，带着对我们所有人的刻骨仇恨逃了出去。一个自私恶毒又毫无底线的女人，侥幸逃脱后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来报复？火其实并不大，只是酒精和纸箱瞬间燃烧的场面太过吓人。几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只剩下一片狼藉的焦黑和满屋子刺鼻的气味。危机暂时解除，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脸上混着汗水和黑灰，惊魂未定。我走到那个破碎的窗户边，李浩和孙姐也跟了过来。我们三个小心翼翼地朝楼下望去，18楼的高度足以俯瞰整个单元楼前的空地。我看到了苏曼，她果然没能跑远，她正被一群丧尸死死地堵在单元楼的铁门前。那些丧尸数量不多，大概有10几个，他们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将苏曼和铁门之间的空隙彻底封死。苏曼整个人几乎是贴在了冰冷的铁门上，一张脸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开门，快开门啊！他疯狂地拍打着铁门，发出砰砰的巨响，那声音在死寂的夜里传出很远。他冲着我们这个方向声嘶力竭的尖叫。几个刚缓过劲来的邻居也凑到了窗边，他们看着楼下苏曼的惨状，没有一个人流露出丝毫的同情。苏曼见我们毫无反应，他急了，他知道硬的不行，立刻又换上了那副他最擅长的楚楚可怜的嘴脸。他哭得撕心裂肺，他对着楼上磕头，额头撞在铁门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如果是在今天之前，或许真的会有人被他这番表演打动，但现在不会了。亲眼目睹了他的背叛，亲眼看到他是如何毫不犹豫的将王阿姨推向死亡的深渊，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皮囊下是何等丑陋和歹毒的灵魂。楼下的丧尸似乎被他制造的巨大动静和活人的气息刺激得愈发狂躁。最近的一只丧尸离他的后背已经不足2米。苏曼感受到了身后的危险，他发现求饶没用，他最后的伪装也终于被撕得粉碎。他不再哀求，转而开始疯狂地咒骂：你们是冷血的畜生，见死不救！你陆淼不得好死，你迟早会跟王阿姨一样死无全尸！他骂遍了楼上每一个他能想起来的名字，用尽了他所知道的最恶毒的词汇，仿佛这样就能减轻他心中的恐惧。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一只穿着保安制服的丧尸猛地扑了上来，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苏曼发出一声比王阿姨坠楼时还要凄惨100倍的尖叫，剧痛让他瞬间崩溃。紧接着第2只、第3只蜂拥而至，就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就将他那个还在咒骂、还在挣扎的鲜活身体彻底淹没。我看不清具体的细节，只能看到那个人形在丧尸的攒动下迅速被撕扯、被分解，鲜血染红了单元楼门口那片小小的地面。凄厉的惨叫很快就变成了模糊的被血堵住喉咙的咕哝，最后彻底消失。楼下的丧尸围在一起，贪婪地分食着他们的战利品。楼上的我们沉默地看着这一切，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情绪，那是对罪恶被审判的一种冷酷的释然。我对身后的众人说，都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客厅里只剩下灭火器干粉的刺鼻气味，混合着烧焦的焦糊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气。之前挤在窗边看热闹的邻居们一个个面色惨白地退了回来，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眼神里是同样的惊魂未定和一种劫后余生的茫然。良久，李浩走到我面前，高大的汉子此刻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头垂得很低，他的声音沙哑。他说，对不起，我们之前真是猪油蒙了心，分不清好人坏人，差点就把整个家都给毁了。他这一开口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紧接着更多的人围了上来，他们向我道歉，为他们之前的猜忌，为他们的懦弱，为他们曾经的摇摆不定。那堵横在我们之间无形的冰冷的墙，在王阿姨和苏曼的鲜血冲刷下终于轰然倒塌。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们，也没有说一句没关系。在这种世界里，廉价的原谅毫无意义。等他们都说完了，客厅里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深吸一口气，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指了指被熏黑的墙壁和那个破了洞的窗户，我说，现在不是忏悔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告诉李浩和赵峰，让他们立刻去找木板和工具，把那个窗户给我封死，要封的比墙还结实。我让孙姐带着几个女人，把整个客厅的地板和墙壁都彻底清理一遍。我不希望再闻到一丝一毫属于那2个人的味道。我又安排了人手去重新清点物资，安抚那些被吓坏了的孩子。我的命令一条接着一条，这一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人们立刻行动起来，搬东西的、打水的、擦地的，
那股笼罩在所有人头顶的猜忌和内耗的阴云彻底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凝聚力。看着眼前这井然有序的一幕，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才是这里唯一的主心骨。安排好一切后，我走向那扇紧闭的卧室门，我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沈渊不在床上，他正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他身上那股时常会让我感到不安的暴力和不稳定的气息消失了。他没有回头，只是从喉咙里，然后他说：“垃圾清理完了。”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口中的垃圾指的是王阿姨和苏曼。他顿了顿，又用他那标志性的刻薄的语调补充了一句：“作为秘书，你的办事效率总算没有退步。”还是那样的毒舌，还是那样的居高临下。可这一次，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恼怒。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不易察觉的松弛，仿佛那两个女人的存在，她们制造的那些争吵、恐慌和混乱，对他来说是一种令人烦躁的噪音。现在噪音消失了，他看着我，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说：“屋子里的味道很难闻。”我笑了，我说：“是，沈总正在打扫。”这是末日降临后，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第二天清晨，我手里拿着新做的值班表和物资清单，李浩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正用从别处拆来的钢板加固我们这一层的消防门。孙姐则领着几个细心的女人，在厨房里分配着早餐，每个人都自觉地排着队。孩子们小声地嬉闹，一切井然有序。王阿姨和苏曼的死换来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新生。所有人都明白，末日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楼下的丧尸，而是身边叵测的人心。如今毒瘤被彻底清除，幸存的人们反而爆发出惊人的团结和效率。我凭借着之前展现出的果决和智慧，成了这个小团体里当之无愧的总指挥。我让李浩负责安全和防御工作，我让孙姐负责食物、药品和日常用品，我又划分出了巡逻组、物资整理组，甚至是负责教孩子们读书认字的临时托儿所。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位置和责任，每个人都成了这个新家园里不可或缺的一颗螺丝钉。安排完所有工作，我端着一碗热粥和一小碟咸菜，推开了卧室的门。我把粥碗放在桌上，轻声说：“沈总，吃点东西吧。”他问我：“外面那些人是不是都听你的了？”我说：“是的。”他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哼。他说：“一群乌合之众，总算找对了领头的。”这算是夸奖吗？我说：“我们现在安全了，对吗？”他说：“安全只是暂时的。”我心里一紧，刚想追问，他却突然转过头，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他的眼神专注的有些过分，看得我心里莫名的发慌。他伸出手用指尖碰了一下，他说：“陆秘书，你现在的样子比公司连续加班1个月还要难看。”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他往我手心塞了块巧克力，那是我们从超市搜刮来的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一直被孙姐当宝贝一样锁着，说是留给孩子们或者紧急补充能量用的。他怎么会有？他把那块巧克力塞进我手里，语气还是那副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他说：“吃了它，别猝死在这里，我讨厌处理员工的工伤问题。”说完，他就转过身去，重新望向窗外，留给我一个冷硬的背影。我拨开锡纸，将那块巧克力放进嘴里，浓郁的甜味在舌尖化开，驱散了连日来的疲惫和苦涩。我看着他的背影，第一次觉得这个曾经让我畏惧如虎的前老板，这个拥有非人力量的怪物，他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冰冷，反而让人有些心安。也许和他一起困在这末日里，也并不是一件那么糟糕的事。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沈渊的身体猛地绷紧了，瞬间充满了攻击性。窗外除了灰蒙蒙的高楼轮廓，什么都没有。可我却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和战意。他用一种极度冰冷又带着一丝兴奋的低沉嗓音缓缓说道：“有东西醒了。”我手里的巧克力瞬间变得索然无味。沈渊，你到底感觉到了什么？他终于开口了。一个信号，一个很强的精神信号。我完全听不懂，只能愣愣地看着他。他说他能控制楼下的那些东西，不是靠声音，也不是靠气味，是靠一种精神力。精神力有范围，在这个范围里他就是王。这个我懂，就像一个无形的 WiFi 网络，它是路由器，而那些丧尸都是连接的设备。他继续说，立场可以覆盖整个阳光花园，甚至更远一点。那些丧尸就是他的眼睛和耳朵。这还是我第一次听他如此清晰地解释自己的能力，一个由无数丧尸组成的遍布全城的情报网络，这是何等恐怖的能力！我说，所以你通过这个网络看到了什么？我没有看到，只是感觉到在城市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和我一样的路由器。我倒吸一口凉气，和他一样的，那不就是说又一个丧尸王？那个东西把所有接收到他信号的丧尸都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变成只知道杀戮的武器。我仿佛能想象出那个画面，一个更加残暴、更加疯狂的王正在城市的另一端组建一支绝对服从的丧尸大军。我问，那和我们有关系吗？陆淼，你以为这个城市很大吗？他指了指脚下，他说，在这张由无数丧尸构成的网里，阳光花园是一个黑洞，对他来说是无法接收信号的空白地带，就像一个国王发现自己的版图上
上有一块土地不听从他的号令，甚至还属于另一个他不认识的王。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的血液几乎要凝固了。答案不言而喻，征服或者毁灭。我颤声问他，发现我们了？沈渊说，何止是发现，这个新生的王野心很大，也很狂妄。他正在向全城所有像我一样的异城人发出同一个信号：臣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让沈渊这个天生的王者，这个连做人类时都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去臣服于另一个怪物。果然，沈渊眼神里已经变成了沸腾的战意。他说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因为他已经替我做了选择。什么意思？我完全跟不上他的思路。他用一种陈述事实的平静语气对我说，那个远方的王派出了他的使者，他正准备过来。我还没来得及细问，楼下我们用丧尸建立的航线突然起了骚动。那些平日里只会麻木游荡的丧尸，此刻像是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焦躁不安地发出阵阵低吼。他们纷纷后退，仿佛在躲避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很快，一个黑色的影子从街角的阴影里闪了出来。那东西的速度快得匪夷所思，根本不像我认知中的任何丧尸。它没有普通丧尸的僵硬和迟缓，动作流畅的像一只奔跑的猎豹。它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拉出一道残影，几个呼吸之间就从街口冲到了我们单元楼下。直到它停住脚步，我才看清了它的模样。那是一只丧尸，没错，但和楼下那些完全是两个物种。它的身体呈现出一种不祥的黑灰色，肌肉线条紧绷，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四肢着地，食指的指甲又长又尖，像10把黑色的匕首，深深抠进水泥地里。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它的眼睛，那不是普通丧尸的浑浊和空洞，而是一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那里面有狡诈，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它就停在楼下那片空地上，抬起头，精准地看向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楼外的丧尸防线在他面前形同虚设，那些丧尸畏惧地为他让开一条路，甚至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仿佛在迎接一位更高等级的存在。李浩他们也发现了异常，纷纷冲到窗边，看到楼下那只怪物时，全都倒吸一口凉气。李浩的声音都有些发颤，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这时，身边的沈渊开口了，这就是使者朱淼派来的信使。信使用这么一只看起来就能轻易撕碎我们所有人的怪物当信使，那个叫朱淼的丧尸王到底狂妄到了什么地步？楼下那只使者突然张开了嘴，他没有发出震天的咆哮，而是从喉咙深处带着某种奇特频率的嘶吼。那只黑灰色的怪物发出了嘶吼，搅动着我的神经。我身边的几个邻居已经痛苦地捂住了耳朵，就连身体强壮的李浩都青筋暴起，唯独沈渊面无表情。他仿佛听到的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一段条理清晰的讯息。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里杀意瞬间沸腾。楼下上百只丧尸动了，仿佛有一道无声的命令在他们腐烂的大脑中炸响。所有的丧尸在一瞬间锁定了那只不可一世的使者，震天的咆哮从上百个喉咙里同时爆发，汇成一股足以掀翻屋顶的音浪。他们从四面八方朝着那只黑灰色的怪物狂涌而去。那使者显然没料到这些低等的同类竟敢反抗他所代表的意志，他的绿眼睛里闪过一丝错愕，随即被暴怒取代。他冲进了尸巢，一掌挥舞，每一次都能轻易撕开一只丧尸的胸膛。他的速度和力量远超普通丧尸，在尸群中如入无人之境。然而沈渊控制下的尸群和无序的野怪完全是两个概念。一只丧尸被撕碎，立刻有3只从不同的角度用腐烂的身体死死抱住他的4肢。使者怒吼着，更多的丧尸别罗汉一样悍不畏死地扑了上去，用牙齿、用指甲、用身体的重量，一层又一层。那只使者疯狂地挣扎，但身上的丧尸越来越多，最终一只体型格外高大的丧尸挤开同伴，张开腥臭的大嘴，一口咬在了使者的脖子上。使者的挣扎戛然而止，随后那只代表着朱淼意志不可一世的使者就在我们眼前被一群最卑微的同类活生生撕成碎块。一份用最原始最血腥的战书就这样被沈渊毫不留情地回敬给了那个远方的王。楼上所有人都震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看着窗边沈渊的背影，眼中的敬畏已经彻底压倒了恐惧。沈渊没有理会我们，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楼下那场屠杀的残局。片刻后，他像是下达了新的指令，他们开始同心列队，不再是之前那种松散的毫无章法的防御圈，而是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以10支为一排，分成了数个方阵。沈渊缓缓转过身，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吗？那是你们即将面对的敌人的先锋，而你们一群连爬楼梯都会喘的废物，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他的话一如既往的刻薄，但这一次没人敢反驳，因为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下午所有人都到走廊，我教你们如何活下去。当天下午，18楼长长的走廊成了我们的临时训练场。沈渊没有教我们复杂的格斗术，教的都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杀人技巧。
或者说杀丧尸的技巧。他告诉我们，普通丧尸的弱点永远是后脑和眼窝，如何使用武器，利用消防斧的重量劈开他们的头骨，如何在被抓住时攻击他们的关节，为自己创造逃跑机会。他的每一个动作十分高效精准，充满了致命的美感。他抓住李浩，像拎小鸡一样轻松地演示如何通过一个扭臂的动作，让一个比自己强壮的对手瞬间失去平衡。李浩疼得龇牙咧嘴，却不敢有半句怨言。最后，沈渊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他让我出列。我紧张的走到他面前，他让我攻击他。我握着一根练习用的木棍，深吸一口气，朝着他的肩膀用力挥了过去。下一秒，我只觉得手腕一麻，木棍已经到了他的手里，将那根木棍抵在了我自己的脖子上。他低沉的带着一丝嘲讽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的攻击就跟你的策划案一样，到处都是破绽。如果我是敌人，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接着他又说道：朱淼的军队很快就会到，而你会是他们第一个要清除的目标。沈渊的话像一把冰冷的钥匙，插进了我混乱的思绪里。他说：朱淼的军队第一个有清除的目标会是你。为什么是我？我不会打，体力又差，在战场上我就是个累赘。他的手臂还环着我，那股冰凉却让我瞬间想通了关节。因为我能安抚沈渊，因为我是他理智的锚点，因为有我在，沈渊这个不稳定的核武器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最可控的战力。朱淼要对付沈渊，最简单高效的方式就是先拔掉我这个插件。那一瞬间，恐惧没有了，羞耻和气愤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燃起的滔天怒火。我不是插件，更不是可以被随意清除的累赘，我是陆苗，是瑞星科技曾经的金牌秘书，策划和执行本就是我的专业。我从沈渊的怀里挣脱出来，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需要阳光花园的完整建筑结构图，所有楼层的分布、绿化带、地下车库的出入口，还有我们现在所有物资的精确清单。沈渊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似乎有些意外我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但他什么也没问，他只是走到墙边，从一个被他征用堆放杂物的柜子里抽出了一卷落满灰尘的图纸。那是小区物业的工程图，然后他把我的平板电脑拿给了我。物资清单半小时前刚更新过，你自己看。我接过平板，头也不回的走进了我的房间，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不安与骚动。这一夜我没有睡。金牌秘书陆淼重新上线，我将巨大的工程图铺在地上，每一个细节都用笔重新标注。平板电脑的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食物药品工具，甚至每一箱榴莲、每一包螺蛳粉的数量都精确到个位数。硬碰硬是找死，朱淼的尸潮能轻易淹没我们。沈渊再强，他能控制的丧尸数量也绝对比不过一个正在整合全城力量的王。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这里。阳光花园是我们的主场，我的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飞速划过，一个疯狂而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逐渐成型。天亮时，我推开房门，眼睛里布满血丝，精神却前所未有的亢奋。客厅里所有人都醒着，一夜未眠，脸上写满了绝望。我将平板电脑连接到墙上的电视，一张被我重新绘制过的复杂的地图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地图上布满了红色交叉的标记。我指着地图，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我说，这是我的阳光花园堡垒防御计划，我们不能等死，更不能被动防守，我们要把整个小区变成一个为朱淼量身定做的死亡陷阱。我指着地图上的第一个标记点，那是小区的正门入口。我说，这里是榴莲臭气雷区，我们要把一半的榴莲储备全部打开，放置在入口通道的两侧。那股味道足以让任何嗅觉灵敏的生物瞬间头晕脑胀，就算不能杀死他们，也足以扰乱他们的阵型。我在指向环绕小区的几栋低层建筑，我说，这里是螺蛳粉迷雾阵，我们要启用所有能用的炉灶，在这些一楼的空屋里24小时不间断地熬煮螺蛳粉，用风扇把那股酸笋的浓雾吹向尸潮可能经过的每一条路。我要让朱淼的军队在踏入阳光花园的第一秒就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生化迷雾里。我的手指划过每一栋高楼，我说，这些是高空坠物点，所有没用的家具、建筑垃圾，一切又重又硬的东西全部搬到楼顶，由专人负责，在尸潮最密集的时候给他们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流星雨。李浩他们已经听得目瞪口呆，用榴莲和螺蛳粉当武器，这听起来简直像个笑话。但看着我屏幕上那精确到每一栋楼、每一个人、每一份物资的详细分工表和行动时间线，他们笑不出来。那份曾经让整个瑞星科技都为之颤抖，属于金牌秘书的恐怖执行力，让他们看到了一丝疯狂的希望。最后，我看向一直沉默的沈渊，我把计划的核心部分单独调了出来。我说，这些陷阱都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我需要你控制的丧尸充当诱饵和路障，把朱淼的军队精准地引到我们预设每一个陷阱里。我要用这些削弱他的有生力量，为你和他的最终对决扫清所有障碍。
我问他这个计划可行吗？沈渊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像从前一样把我做的方案批得一文不值。然而他只是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漆黑的眼眸里第一次没有了嘲讽，没有了刻薄，只有一种混合着惊讶赞许和一丝我看不懂的炽热的东西。他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陆秘书，你总算把你那糟糕的品味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他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紧张的幸存者，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下达了命令。所有人按我说的做。战争的齿轮在这一刻伴随着一股熟悉的恶臭开始缓缓转动。我走到阳台，看着楼下一个邻居，按照我的指令点燃了第一口螺蛳粉大锅下的煤气灶，一缕浓郁的白烟升腾而起，那是我们打响的第一枪。沈渊的命令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每个人的身体，绝望的死寂被瞬间打破。李浩第一个站出来，他通红着眼睛，一把抓起旁边的消防斧，他说：陆总指挥你下令吧，挖沟还是搬东西，我第一个上。他的话点燃了所有人。一个平时文弱的大学老师推了推眼镜，他说他力气小，但他可以去煮螺蛳粉，保证浓度够劲。几个家庭主妇自发组成了后勤小组，他们说吃的喝的交给我们，保证让干活的人都有力气，再没有人质疑，再没有人退缩。当死亡的阴影平等地笼罩在每个人头顶时，我的那个疯狂计划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一场全民总动员就这样在阳光花园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行动开始的第一项是清理和挖掘，而这项最艰苦的工作，主力并非我们人类。沈渊站在18楼的阳台上，居高临下，他的目光穿透数十米的距离，精准地投射到楼下那些重新列队的丧尸方阵上，无声的命令下达。上百只丧尸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涌向小区中心的花坛、绿化带以及我图纸上标注所有需要挖掘的区域。他们没有工具，就用那双足以撕裂蟹肉的利爪。他们不知疲倦，没有痛觉，疯狂刨着坚硬的泥土和草皮，泥土翻飞，石块迸溅，那场面诡异恐怖，却又带着一种荒诞的效率。我们这些幸存者就在楼上安全的楼道里，看着这群前几天还想把我们生吞活剥的怪物，此刻却在为我们构筑保命的工事。李浩他们负责的是配合工作，他们将楼里废弃的铁板、尖锐的钢筋搬运到壕沟边缘，在我的指挥下，将这些东西布置成最简单也是最致命的陷阱。掉进壕沟的敌人，就算摔不死，也会被这些尖刺刺穿身体。与此同时，另一项生化武器的准备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小区的几栋低层建筑被改造成了临时的毒气工厂，我们搜集了所有能用的煤气灶和电磁炉，在每个1楼的空房间里架起10几口大锅。我下达了那个让所有人表情都变得很复杂的命令。我说开煮。一包包螺蛳粉被撕开包装，倒进翻滚的开水里，很快那股熟悉到足以让外人掩鼻而逃的酸笋味开始弥漫，而我的榴莲臭气雷区则更加简单粗暴。我们把储备的榴莲搬到了小区入口处，一栋3层小楼的楼顶，几十个熟透的榴莲被小心翼翼地用绳网吊着悬在半空中。这些每一栋高楼都变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御堡垒。楼道里布满了用钢丝制作的绊索，楼梯转角堆放着涂满油的铁砂，保证让冲上来的敌人脚底打滑，而楼顶则成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废弃的沙发、坏掉的冰箱、沉重的花盆，一切我们能搬得动的重物都被运了上去。我甚至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和她儿子一起抬着一个早就坏掉的水泥洗衣台，一步步挪向天台边缘。她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豁出去的决绝。2天2夜，我们几乎没有合眼，整个阳光花园已经彻底变了样，再也不是那个安静祥和的居民小区，而是一个布满了獠牙和陷阱的钢铁丛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泥土、汗水、榴莲和螺蛳粉的古怪味道。我站在18楼的窗边，手里拿着望远镜，最后一次检视着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每一个陷阱的位置，每一个人员的安排。我身后沈渊不知何时也走了过来，他没有看我，目光同样投向了那个被我们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小区。我问他，你觉得我们有几成胜算？陆秘书，你做策划案的时候会问客户有几成把握能赚到钱吗？我愣住了，我说当然不会，我会告诉他，只要按照我的方案执行，就一定能成功。沈渊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楼顶那些正在休整的丧尸劳工像是感应到了什么，集体发出了不安的低吼。我顺着沈渊的目光看去，远方的天空依旧灰蒙蒙的，什么也没有。但我的心却猛地一沉，感觉被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着。沈渊缓缓地收回了目光，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心悸。他说：陆总指挥你的客人到了。沈渊那句客人到了像一道死亡预告，让18楼瞬间陷入了冰点，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际，风声越来越大，带着一股从城市废墟深处的血腥与腐朽。楼下我们那支由沈渊控制的丧尸军团彻底骚动起来，喉咙里发出充满威胁的低吼。他们的恐惧是如此真实，通过某种无形的链接传递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抓起望远镜，手心全是冷汗。镜头里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条黑色的线，那条线在飞速的变宽变厚很快，我马上就看清了，那根本不是什么线，那是由无数攒动的人头和挥舞的手臂组成的黑色死亡浪潮，遮天蔽日，无边无际。他们像一群被饥饿驱使的行军蚁，吞噬着沿途的一切。
朝着阳光花园这个渺小的孤岛汹涌而来，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电视里看过的末日电影，跟眼前这幅真实的地狱绘图相比，简直就像是温馨的儿童画。而在这片无尽的黑色浪潮最前方，有一个身影格格不入，它太高大了，比周围所有的丧尸都要高出一整个头，每一步都让地面发出沉闷的震颤。它没有像其他丧尸一样疯狂地奔跑，而是以一种充满压迫感步伐，不紧不慢地走在最前面。它周围仿佛有一圈无形的立场，所有普通丧尸都与它保持着至少5米的距离，不敢靠近。那是低等生物对绝对王者的本能敬畏。朱淼即便隔着这么远，我依然能感受到从他身上散发出那种纯粹暴虐的恐怖威压。他就是这片死亡之海的风暴中心。我身旁的沈渊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他的身体微微绷紧。我知道他正在与那个远方的王进行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精神交锋。尸潮越来越近，已经踏入了我们小区的外围。准备！我通过对讲机下达了第一个命令：半所组注意，目标进入雷区后立刻出发。入口处小楼顶的邻居紧紧攥着手里的绳索，眼睛死死盯着下方那条唯一的通道。只要朱淼的先头部队冲进来，几十个榴莲炸弹就会给他们送上一份终身难忘的见面礼。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朱淼的脚步在距离小区大门还有1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缓缓地抬起了头，精准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一股冰冷刺骨的恶意瞬间淹没了我。站在我身边的沈渊身体猛地一震，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要苍白。沈渊，我惊呼出声，伸手想去扶他，他却一把推开我，眼睛死死盯着楼下，声音嘶哑。他在抢我的东西，抢他的东西！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们那道由上百只丧尸组成的第一道防线，那些被沈渊控制，本该成为我们第一批炮灰的丧尸，在一瞬间全部僵住了。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浑浊的眼球不再对着外面，而是齐刷刷地转向了我们所在的居民楼。那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呆滞与服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更加狂暴的嗜血欲望。不好！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朱淼，他竟然能强行剥夺沈渊对这些丧尸的控制权，他把我们的防线变成了他自己的军队。轰！根本不给我思考的时间。那些倒戈的丧尸动了，他们发出一声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响亮的咆哮，转身朝着他们原本的同伴，那些还处于沈渊控制下的第2道防线的丧尸疯狂地冲了过去。我们精心布置的第1道防线，在开战的第1秒就从内部彻底崩溃，并且变成了刺向我们自己的第1把尖刀。开火！不对，别开火！对讲机里李浩的吼声充满了混乱和惊慌，他们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敌人，哪些是自己人。整个战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倒戈的丧尸和忠于沈渊的丧尸，在我们亲手挖掘的壕沟前撕咬在了一起。他们践踏着我们绘制的陷阱，摧毁着我们所有的预设。而朱淼只是静静地站在远处，欣赏着这一切，仿佛在看一场无聊的猴子戏。他的大军甚至没有动手，只是绕过了那片混乱的自相残杀的区域，从两侧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我们的第1道防线被瞬间突破，我们引以为傲的计划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像一个幼稚的沙盘游戏。朱淼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最坏的想象。我看着那片黑压压、已经毫无阻碍地涌入小区的尸潮，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这场战争我们还能赢吗？大脑嗡的一声，几乎停止了思考。我眼睁睁看着我们最外围的防线变成了刺向我们心脏的尖刀。沈渊的精神冲击显然让他付出了代价，他捂着胸口，脸色苍白如纸。陆指挥，对讲机里传来李浩几近崩溃的吼声：怎么办？他们冲过来了，我们的自己人正在被自己人屠杀。不能慌，我对自己说。陆淼，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慌了，所有人都得死。我深吸一口气，那股混杂着血腥和腐臭的空气呛得我肺部生疼，却也让我瞬间冷静下来。第1道防线已经废了，那就当它不存在。我抓起对讲机，用尽全身力气下达了第2个命令。我说，所有单位注意，放弃第1道防线，全面激活2号计划。小区入口处那栋3层小楼的楼顶，负责办锁的邻居毫不犹豫地用消防斧砍断了主绳，那张巨大的绳网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几十个熟透的榴莲如同密集的炮弹呼啸着从天而降，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果壳爆裂的脆响，在尸潮最密集的地方炸开了一片。冲在最前面的几十只丧尸仿佛一头撞上了看不见的墙壁，身体猛地一僵，马上东倒西歪，抽搐着倒在了地上。紧接着是第2波攻势，那几栋被我们改造成毒气工厂的低层建筑里，负责熬煮螺蛳粉的邻居们收到了我的指令，他们不再吝啬，直接泼向了窗外。范围巨大的黄白色浓雾迅速笼罩了小区的几条主干道，涌入的尸潮一头扎进了这片迷雾之中，他们的嚎叫瞬间变得混乱而无序，在我们的榴莲雷区和螺蛳粉迷雾双重打击下，彻底失去了方向，攻势被硬生生的遏制住了。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尸潮陷入混乱的瞬间，沈渊动了，轻巧地落在了小区中央那片空旷的广场上，那里是整个战场的中心，也是我计划里预留给他们的决斗场。几乎在同一时间，
朱淼也穿透了那片混乱的迷雾，那些能让普通丧尸陷入癫狂的气味，对他而言似乎毫无影响。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广场中央沈渊身上。两个王终于正面相对，朱淼动了，他脚下的水泥地轰然一声，笔直地撞向沈渊，太快了，那根本不是生物应该有的速度。那足以打穿坦克的重拳，我心里刚刚升起一丝希望，下一秒就坠入了冰窟。朱淼一拳落空，另一只手却像早就预判到了沈渊的动作，化拳为爪，自下而上，狠狠地朝着沈渊的胸口掏了过去。噗嗤，利爪入肉的声音，即便隔着很远，也清晰地刺入我的耳膜。沈渊的胸前瞬间被划开5道深可见骨的血痕，身体向后翻飞出去，那双漆黑的眼眸里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杀意。纯粹的力量，绝对的速度，在这些硬指标上，沈渊被全面压制了。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朱淼的攻击大开大合，狂暴无比，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广场的地面在他的攻击下不断的龟裂塌陷，沈渊则像一个在狂风暴雨中艰难求生的顶尖刺客，锋利的手刀切在朱淼的身上，却只能带起一串火星和一道浅浅的白痕。朱淼的身体坚硬的如同花岗岩。战斗开始不到5分钟，沈渊的身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我死死地攥着手里的望远镜，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地攥着。朱淼带着一脸残忍的狞笑，一步步朝着倒地的沈渊走了过去。他举起了那只比沙包还大的拳头，准备给予他的对手最后一击。那股绝望的气息浓重的让我几乎要窒息。不能就这么结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这个念头，像溺水之人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沈渊倒在碎石堆里，黑色的血染红了他身下的瓦砾。朱淼那座肉山正一步步逼近，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那举起的拳头汇聚着死亡的阴影，恐惧像冰冷的海水淹没了我的口鼻，让我无法呼吸。我的手脚冰凉，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去救他！一个声音在脑中尖叫。可我怎么救？我冲下去，不够朱淼一根手指捻的。我除了会做 PPT， 会安排行程，会分析数据，我还会什么？等等，分析数据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中那片被恐惧笼罩的混沌。我猛地一颤，强迫自己从那濒临崩溃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冷静，陆淼，你必须冷静。你不是只会哭的废物，你是瑞星科技的金牌秘书。你曾经在3天之内给沈渊整理过一个跨国集团长达10年的财务漏洞。你曾经在谈判桌上仅凭对手一个无意识的抖腿动作，就判断出他的底牌已经耗尽。战场和商场有什么区别？敌人和对手又有什么不同？我丢掉对讲机，重新举起望远镜，这一次我的手稳如磐石。朱淼的动作被我的视网膜捕捉放大，然后传输到我那高速运转的大脑里。他的每一次出拳，每一次抬腿，每一次肌肉的奔张，都变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我死死地盯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朱淼已经走到了沈渊面前，他狞笑着，巨大的拳头高高举起，然后带着万钧之力轰然砸下。就是现在！在拳头挥出的前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停顿，那不是犹豫，而是一种蓄力的前摇。而且每一次在他发动致命攻击之前，这个停顿都会准时出现。我找到了他的 bug，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极致的兴奋。沈渊在朱淼拳头落下的瞬间，用尽最后力气向旁翻滚，巨拳砸在他刚才的位置，地面轰然炸开，碎石像子弹一样向四周迸射。他躲开了，但狼狈不堪，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他不知道朱淼的节奏，他只能被动的疲于奔命。但我知道，我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沈渊的战斗风格。我们曾经是商场上最默契的搭档，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该把合同翻到第几页，他一个手势我就明白是该提高报价还是该拂袖而去。现在我们依然是搭档。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楼下发出一个简短的音节。正在勉力支撑的沈渊身体猛地一震，他下意识地向我这边看了一眼，那双黑色的眼眸里充满了伤痛和疑惑。朱淼的第2次攻击已经到了，一记凶狠的鞭腿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扫向沈渊的头颅。我看到他蓄力的前摇，再次大喊服。沈渊的身体比他的大脑更快地做出了反应，他毫不犹豫地俯下身，那记足以踢断钢筋的鞭腿擦着他的头皮呼啸而过。我没有停，我伸出右手在身前做了一个他绝对能看懂的手势。那是我们过去在开会时我用来提醒他对方的发言有3秒钟延迟，可以打断的暗号，一个食指和中指交叉的动作。据此是他的攻击节奏是3段式。第3击后有破绽，沈渊的眼睛亮了，那是一种在绝境中看到转机的光芒。他看懂了，朱淼的第3击如期而至，一记狂暴的下劈，势大力沉，右撤一步。我大喊，沈渊向右横移一步，分毫不差。朱淼的重拳砸在他刚才站立的地面，激起漫天烟尘。就是现在，我发出了最关键的指令。在烟尘弥漫的瞬间，沈渊动了，他不再闪避，
而是像一头蛰伏已久的猎豹，身体猛地向前突进。他那只完好的左手化作一柄黑色的利刃，精准地切向了朱淼因发力而微微暴露的腰侧，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在朱淼的腰侧豁然裂开。朱淼发出一声震天的痛苦嘶吼，他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腰间的伤口，又猛地抬头看向毫发无伤的沈渊，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暴怒和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只濒死的猎物忽然之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站在18楼冷冷地看着那个狂怒的野兽，我的心脏依旧在狂跳，但我知道局面从这一刻起已经彻底逆转。朱淼，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瑞星科技曾经最强的王牌组合。朱淼的怒吼响彻了整个小区，他放弃了毫无章法的狂攻，一双血红的眼睛开始在战场上疯狂地扫视。他在寻找那个躲在暗处操控着一切的大党。终于，他那充满杀意的目光穿透了数百米的距离，越过了厮杀的狮群，越过了倒地的沈渊，死死地锁定在了我的身上。朱淼的目光将2把烧红的淬毒的尖刀穿透了数百米的距离，狠狠地钉在了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远古凶兽盯上的猎物，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他咧开嘴，露出一口森然的利齿，那不是笑，而是一种找到新玩具的残忍与兴奋。好，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狂暴的怒吼。他那山一般魁梧的身体猛地一转，正对着我所在的18楼阳台。他微微屈膝，脚下的水泥地寸寸皲裂向下塌陷。他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奔张，像是在压缩一个即将爆炸的核反应堆。不好！我的瞳孔猛地收缩成了一个针尖，我甚至来不及发出任何警告。轰！一声巨响，朱淼的身影从原地消失了。他脚下的地面炸开一个直径数米的深坑，碎石如火山喷发般冲天而起。它就是一辆彻底失控的重型卡车，笔直地朝着我所在的这栋楼冲了过来。沿途的一切都在他面前被撞得粉身碎骨。我能清晰地看到他那张因为暴怒而扭曲的脸，要将我撕成碎片的残虐杀意。我的身体彻底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连逃跑的念头都无法升起。在这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挣扎都显得那么可笑和无力。死定了，这是我脑海里唯一的念头。就在这时，一道黑色的身影以比朱淼更快的速度动了。沈渊，我看到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巨变，他转身朝着朱淼那道毁灭的轨迹迎了上去。他疯了吗？我想喊，我想让他不要管我，可是我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道身影在半空中即将交汇。沈渊成功了，他抢先一步到达了那个致命的焦点，同时他也将自己毫无防备的后背完完全全的暴露给了朱淼那蓄力已久足以摧毁一切的致命一击。不，我终于撕心裂肺的喊了出来。我看到沈渊的身体在半空中猛地一僵，呼，一大口黑色的血液从他的口中狂喷而出，他的身体像一片被狂风撕碎的树叶，无力地朝着下方坠落下去。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失去了所有的声音。沈渊的身体砸在一辆废弃汽车上，车顶被砸得深深凹陷下去，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生死不知。朱淼在一击得手后并没有追击，他用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停在了17楼的外墙上，他用利爪抠进墙体稳住身形。他低头看了一眼楼下那个不再动弹的对手，发出一声胜利者才有的不屑嗤笑，然后他抬起头，那双充满残虐杀意的眼睛再次锁定了我。在他看来，最大的威胁已经清除，现在轮到我这个躲在后面玩弄小聪明的老鼠了。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晰，他要杀我，我不再躲藏，从破碎的阳台护栏后一步步走了出来。我站在18楼的边缘，我迎着朱淼的目光没有半分闪躲，我看着他，然后缓缓地抬起了我的右手，对他做了一个中指朝上的手势。朱淼脸上的狞笑凝固了，他那双血红的眼珠瞬间布满了暴怒的血丝。好，他发出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狂暴的怒吼，他不再停留，四肢猛地发力，像一只扑向猎物的巨型蜘蛛，再次朝着我冲了过来。我转身就跑，没有丝毫犹豫，冲向了通往楼下的消防通道。朱淼根本不走楼梯，他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方式，一层一层地撞穿楼板，笔直地向我追来。天花板上的灰尘和碎石簌簌落下，砸在我的头上和肩膀上。我不管不顾，拼尽全力向下狂奔，快一点，再快一点！我的肺像要炸开一样，火辣辣的疼，双腿已经灌了铅一般沉重，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倒，但我都死死地咬着牙撑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死在这里，我必须把他带到那个为他准备好的坟墓里去。我终于冲出了1楼的消防通道门，眼前就是那个被我们伪装成杂物堆放点的地下车库入口。我毫不犹豫一个前扑，从那道缝隙下狼狈地滚了进去，一股刺鼻的汽油和油漆混合的味道瞬间充满了我的鼻腔。我顾不上这些，立马爬起来，手脚并用地向着预定的方向疯狂爬去。下一秒，轰隆一声巨响，我身后的卷帘门连同它周围的墙壁
直接撞得四分五裂。朱淼带着一身的烟尘和碎石降临了，他站在入口处，巨大的身躯堵住了唯一的光源。他像一尊来自地狱的魔神，俯视着在地上狼狈爬行的我。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封闭的空间。他看到了堆积如山的旧家具、破轮胎和一个个贴着易燃品标签的油漆桶。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里那几个格外显眼的巨大液化气罐上。他笑了，他终于明白我的计划了。他说：“小虫子，你想和我同归于尽，真是天真又可悲的想法。”我没有理会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到了车库的另一头，我一脚踹开了那扇早就被我撬松了的小型维修门。我站在车库外，浑身是伤，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回头看着那个还站在黑暗中满脸嘲弄的怪物，他似乎觉得我已经无计可施。他说：“你的小把戏结束了。”我看着他，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我说：“不是你的命结束了。”我缓缓抬起一直紧紧攥在手里的右手掌心中是一个小巧的遥控引爆器。朱淼的笑容僵住了，他终于看到了我身后那根连接到液化气罐上的细细的引线。他那双充满暴虐的眼睛里第一次浮现出一丝名为恐惧的情绪。沈渊，我在心里轻声说，这是我为你放的最盛大的一场烟火。然后我狠狠地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世界在一瞬间变成了刺目的白色，紧接着是足以撕裂耳膜的震天巨响。我甚至来不及感受声音，冲击波拍在了我的后背上，我摔在10几米外的水泥地上，五脏六腑仿佛都移了位。整个地下车库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死了吗？朱淼那个怪物应该被炸成碎片了吧？火光之中，一个焦黑的巨大的人影，轮廓越来越清晰。我的心瞬间沉入谷底。他没死，朱淼竟然还没死，他浑身上下都在燃烧着。他的一条手臂已经被炸断了，他那魁梧的身躯也佝偻了许多，但他还站着。他抬起头，那张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上只剩下一双无尽怨毒和疯狂的眼睛，那股要将我挫骨扬灰的杀意比之前浓烈了10倍。完了，我已经用尽了最后的底牌，而他却依然像个打不死的恶鬼。我瘫软在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向我走来。就在我彻底放弃希望的瞬间，一声充满痛苦却又无比坚决的低吼从不远处传来。我猛地转过头，那个方向是沈渊坠落的地方。我看到那个倒在废车顶上本该已经死去的男人，他那只完好的左手抠进了变形的铁皮里，他用那只手作为支点，正用一种挑战人体极限的意志力将自己那脊骨都已断裂的身体撑了起来。他的每一次动作都伴随着身体剧烈的颤抖，我甚至能想象他此刻正在承受着何等非人的剧痛，但他还是站起来了。他站在那辆被他砸烂的汽车顶上。朱淼也停下了脚步，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本该被他一击毙命的对手。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顺手抄起了一根钢筋。我在沈渊站起来的那一刻就知道该做什么。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默契的搭档。沈渊从车顶上一跃而下，朱淼的注意力被沈渊吸引，他发出一声怒吼，挥动仅剩的手臂砸向沈渊。就是现在，在朱淼将他所有的防御都对准沈渊的瞬间，我从他的右侧冲了上去。我将全身的力气，将所有的仇恨全部灌注在钢筋的尖端。噗嗤，钢筋狠狠地捅进他的后脑。朱淼缓缓低下头，似乎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终结了他，但他什么也看不到了。就在朱淼倒下的那一瞬间，整个阳光花园小区所有丧尸的动作都停了下来，他们眼中那嗜血的红光迅速褪去，变得空洞而茫然，然后像退潮的海水般开始向着四面八方缓缓散去。我们赢了！我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手中的钢筋掉在地上，我整个人也瘫倒在地。我抬起头看向沈渊，他也正看着我。战斗结束了，那股支撑着他的疯狂意志也终于耗尽了。他对着我似乎想扯出一个笑容，但他失败了。下一秒，他的身体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世界在朱淼尸身倒地后陷入死寂，爆炸与嘶吼远去。我瘫在地面，耳中只剩喘息声和尸潮退去的脚步声，那声音是噩梦尾声。我们赢了，念头闪过，没有喜悦，只有疲惫。我抬头看沈渊，他倒在那里，身下是一片黑血，胸口没有起伏。我用钢筋撑地站起，走到他身边跪倒，伸手探他鼻息，他还活着。眼泪流出，我趴在他胸口大哭。邻居们走来看着这一切，目光里有感激和担忧。众人行动，男人清理区域，女人取来物资，有人帮我擦脸。我们已成共同体，用床单做担架抬沈渊回家。门关上，只剩我和他。我处理伤口，清洗包扎，他身体冰冷，病毒还在战斗。3天过去，我不睡觉，只守着他。第4夜，我快要倒下时，一只手突然抓住我。我低头看，沈渊的手握着我的手腕，他眼还闭着，但握得很紧，像抓住稻草，抓住锚点。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松开过。无论我是给他换药，还是起身去喝口水，他的手都会下意识地收紧。我习惯了这种被他绑架的状态，甚至有些依赖。
我打算帮他换衣服时，一个硬物从破损的内袋里滑了出来，掉在地上。那是黑色皮夹，鬼使神差的，我捡起了它。皮夹里没有现金，只有几张早已作废的银行卡，还有一张他和一对温婉儒雅的中年夫妇的合影，那应该是他的父母。我叹了口气，准备把皮夹合上，手指却无意中触碰到了皮夹内侧的一个微小凸起。我好奇地用指甲轻轻一划，那层薄薄的牛皮下竟然还有一个隐藏的夹层。我用尽了力气，才将那个被塞得严丝合缝的夹层打开一道小口，一张照片的边缘露了出来。它已经被抹撒得有些发白，我屏住呼吸，小心地将它抽了出来。看清照片的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照片上是一个女孩，她正专注地看着手里的书。那个女孩是我，这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偷拍照。她是什么时候拍下这张照片的？我颤抖着将照片翻了过来，照片的背后有字，在我的灵魂深处轰然炸响，上面写着“我的光”。我手里捏着的不是一张薄薄的照片，而是沈渊的过去。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瑞星科技总裁，是那个用最毒的舌头说着最精准指令的冷酷上司。可这张照片告诉我，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认识我了。我看着床上那个依旧沉睡的男人，我以为我们是末日里被迫捆绑的雇主与秘书，我以为我们是生死关头互相依存的战友。可现在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第3天，小黎指着窗外，陆姐快看！我走到窗边，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城市变了，那些丧尸不见了。不是不见了，而是散开了。他们不再成群结队，不再有任何目的性，就像病毒爆发最初那几天，变成了一具具在街上毫无意识游荡的行尸走肉。猪秒的死彻底瓦解了这支恐怖的丧尸大军。小李激动地告诉我，这几天我们派出的侦察小队发现，丧尸的威胁性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只要小心一点，甚至可以在白天去更远的地方搜寻物资。我看着沈渊，心里五味杂陈。这场胜利是用他的半条命换来的。当天下午，正在人直瞭望的邻居突然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在小区外面的主干道上，3辆装甲越野车正缓缓地向我们这边驶来。车身上没有标志，但那统一的制式和沉稳的行进路线都在宣告着，他们绝非普通的幸存者，是人类的有组织的抵抗力量。3辆车在距离我们大楼大约1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没有贸然靠近。片刻之后，中间那辆车的车顶打开一个天窗，一个穿着黑色战术背心的男人探出半个身子，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喇叭。楼上的幸存者，你们好。一个男生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我们是火种计划的联络员，我们没有恶意，我们观察你们很久了，我们目睹了你们与丧尸王的整场战斗，我们对你们的勇气和智慧表示最高的敬意，尤其是你们的领袖陆苗小姐。陆苗小姐，我们知道你们的堡垒里有一位特殊的盟友，一位能够保有理智，甚至能与人类并肩作战的初始病毒携带者。我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代表人类最后的抵抗组织火种，向阳光花园，向陆苗小姐，也向那位沉睡的王者递上我们的橄榄枝。我们想和你们合作，或者说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在不清楚对方的底牌之前，沉默是最好的武器。楼下的男人似乎很有耐心，他等了足足10分钟，见我们毫无反应，才再次举起了扩音器。陆苗小姐，我知道你们的顾虑，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找到了研制出丧尸病毒疫苗的关键线索，而这个线索就在你们的堡垒里，就在你守护的那个男人身上。疫苗的关键在我守护的这个男人身上，我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冻结了。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卧室门，门后是沉睡了10天的沈渊，是我的秘密，也是我们这个据点赖以生存的基石。现在这个秘密被赤裸裸地摊在了阳光下。陆苗姐，小李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其他的邻居也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有震惊，有茫然，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点燃的疯狂的希望。疫苗这2个字，对在末世里挣扎求生的人来说，是比黄金和食物更具诱惑力的终极梦想。它意味着结束这该死的噩梦般的生活。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他们知道沈渊，知道他是初始病毒携带者，还知道他保有理智，这说明他们的情报能力远超我的想象。他们不是普通的幸存者团队，面对这样的存在，隐瞒和欺骗毫无意义。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了窗前。我没有用扩音器，只是用尽全力大声喊话。我的声音冰冷而清晰，你们想要什么？楼下的男人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的赞许。他再次拿起扩音器，声音比刚才更加诚恳。我们隶属于灾难前最高科研机构的一个秘密行动组。末世爆发后，我们一直在一个地下掩体里进行疫苗的研发工作。我们分析了上千份病毒样本，从普通丧尸到变异体，甚至还包括了丧尸王战死后冒险采集的组织样本。我们发现病毒在传播和变异的过程中，本身也在不断退化和污染。用这些样本制作的血清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抗体，而能承载这种病毒，又不被其彻底摧毁理智的宿主。放眼整个世界，我们只发现了一个，就是沈渊。
沈渊的身体就像一个完美的活体样本库，他的血液里保留着解开这场末日瘟疫的唯一钥匙。我们只需要一份新鲜的血液样本，只要100毫升，就有90%的把握，在半个月内制造出第一批真正有效的疫苗。陆苗小姐，这是在拯救世界，也是在拯救她自己。男人的最后一句话重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上，拯救世界，多宏大的一个词。我看着楼下那3辆冰冷的装甲车和车上那些眼神坚毅的战士，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拯救世界的希望，可他们不知道沈渊现在的状况有多糟糕。他为了守护这里，几乎油尽灯枯，再抽取100毫升的血，这很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私心在疯狂叫嚣，去他妈的拯救世界！我只想要他活着。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一个嘶哑的却带着致命穿透力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响起。陆淼，我的身体猛地一僵，卧室的门不知何时已经打开了。沈渊，那个沉睡了10天的男人，正靠在门框上。他醒了，10天的沉睡让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脸色苍白的像纸，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整个人虚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可他的眼睛却亮得惊人，那双深邃的眸子里没有了刚苏醒时的迷茫，只有一如既往的冷静和锐利。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看着我眼中的震惊和无法掩饰的狂喜。沈渊，你醒了。我几乎是扑过去的，我想抱住他，又怕碰到他身上的伤口，只能手足无措的停在他面前，眼泪又不争气的掉了下来。他抬起手，动作很慢，很吃力，冰冷的指尖擦过我的脸颊。他皱着眉，语气里带着他特有的刻薄和不耐烦。陆秘书，你的离职报告是不是忘了写？是熟悉的毒蛇，是我的沈渊，他还活着，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哭得更凶了，却又忍不住笑出了声。沈渊的目光落向窗外，他显然已经听到了刚才的全部对话，他什么也没问，只是淡淡的看着我。100毫升血换一个清静的世界，听起来像是一笔还不错的买卖。我的心猛地一揪，我抓住他的胳膊，急切地告诉他，不行，你的身体根本撑不住。他低下头看着我，抓住他胳膊的手，他反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掌心依旧冰冷，却比之前多了一丝属于活人的温度。他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陆淼，我不是在拯救世界，我只是想把你从这个该死的末世里捞出去。我的呼吸彻底停滞，他看着我因为震惊而瞪大的眼睛，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温柔的笑容。然后他转过头看向窗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楼下。我的血可以给你们，但是我有条件，抽血必须在这里进行。我的秘书陆淼将全程监督，如果我因为你们的实验出现任何意外……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属于丧尸王的冰冷红芒。我会让你们陪我一起去见识真正的地狱。